没什么弱点。主要他们这一支队伍磨合的太久了，就是人员上也没啥变动，然后整体的一个战术风格都比较统一，然后来到辅助 RV 阿伟 RV Tech。 射手 FP 011 RV Barry。 中路 FP Soldier RV 安然9。 打野 FP 姜汁 RV 微八。 单人路 FP 小麦 RV 小张。 今天的最后一场对决，将由目前积分第1、11连胜的 FP 对阵到手感愈发火热，总能在比赛中给我们带来惊喜的 RV。究竟是 FP 可以依然保持我们联赛第1的王座，还是 RV 可以遇强则强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OK， 那个 FP 阿伟 RV Tech， 我觉得刚刚七姐说的时候，应该是你，就是他那个 RV 和阿伟，就你知道叠起来了，有点有这感觉。缓解一下，缓解一下。然后同时的话，我看有很多朋友不太了解我们的那个流程，我们是大场，就是正常的小场开始前面的时间。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比较快的，但是大场的话，它会中间有一个大概10分钟左右的休息时间。是的，然后结束了之后，镜头切回来，因为我们要选手登场、赛前采访以及看板子，大概10分钟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可能加起来是20分钟，其实也不算久。其实整体进游戏速度还是蛮快的，对，还是蛮快的。对，尤其是我们小场是特别快的。是的，对，双方都比较开心啊，他们相互之间有很多那种特别熟悉的。 队友也都是老将居多，这2个队伍主要都是老对手了，对吧？之前决赛舞台上面这2支队伍碰到的也不少，对，在一些大场面的较量上面，其实都是有来有回的。FP 在这一次夏季赛上的状态10连胜，然后最夸张，我觉得是他们10胜当中啊，有8局都是2比0直接碾压的。对，这个数据真的太豪华了。其中有一个分母就是 RV。是的，今天看看 RV 有没有机会去 battle 一下，扳回一下。对，扳回一下。 今天现在自己队伍状态也不错，而且对面10连胜了，可能泄一下气了，对吧？那就是超神也超了嘛，对吧？对呀，这个自己最好的机会。就雪王说不，我不要，来吧，我要继续。来看一下两边的 BP 环节。看就是你说那个天然的班位，这个亚索肯定在红色方要先扳一手。是的。然后2大打野魏和豹女，魏和豹女加上盲僧嘛，感觉是现在差不多版本的3大打野。是的。一泽。 最后一手班位要考虑一下，这开在外面的强势英雄还是有点多，包括像是鳄鱼、安倍萨，对，鳄鱼、安倍萨、盲僧都在。而且灰八的豹女确实是那种你可以氪上 ID 的，哎，搬瑞兹了。 是吧？开在外面的 OP 英雄非常多，足够有3个以上，包括岩雀也算是在这个版本当中，虽然说经历了回调，对吧？但是在放出来的情况下，选手都会考虑拿，机制还是强的，对，不错的。1楼直接拿盲僧了，盲僧这英雄确实最近选取率包括班率都太高了。主要说这个思路也没什么问题嘛，搬掉魏加上豹女，然后主动拿盲僧。 不过 RV 他们在最近的比赛当中啊，灰八的波比表现其实蛮亮眼的，而且波比这个英雄在面对盲僧的时候，其实有一定的反制效果。主要我感觉他的波比打的有点像个那种，就是战士，你知道吧？他以前毕竟是玩野核的，对吧？我觉得就算玩到了波比，我们换一个英雄啊，他那个波比打的是龙女，你有没有觉得？就像他之前龙女那种风格。对，就是他还是要去打入侵的，很夸张。 泰坦加飞机，下路的强势组合，但是也是在有卢锡安的情况之下优先去拿飞机，这种做法还是比较少的。鳄鱼加盲僧，这把要不直接拉一手阿卡丽出来怎么样？我觉得可以亮啊，反正自己也拿盲僧了。对，主要是这个上中野前3手拿下来的话，就是保证了自己的上半区一定优势，而且还能配一个能够补充 AP 的点位。对。
格温啊，那用格温性质一样的，也是去搏 AP， 但是格温的话就更稳定一些。对，就对比阿卡丽而言，这把阿卡丽的进场其实会受到泰坦的影响嘛。嗯，所以说格温的这个4里传流可以更好的限制到对面。有圈儿就是强。老奎打鳄鱼，这也是最近版本当中上路比较经典的对线了。经典。对，奎桑提这个英雄在最近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就胜率也还行。对，主要奎桑提他在前期线上有个好处，就是对面只要一旦有一点点的小失误被你2技能顶回来了，那可能就要配合打野一波带走了。对的，这个控制效果还是给的很满的。搬了一手莫甘娜，有泰坦在的话，就泰坦这个英雄虽然强，但有些时候确实莫甘娜得尊重一下。是，就看 FP 会不会继续考虑针对一下打野了，并不针对了。主要是我觉得灰八的英雄是你按不光，对吧？现在灰八最好你再搬几个，我不管是赵信还是像波比这样的英雄，我都可以拿出来，包括岩雀也在外面嘛。灰八的英雄池还是比较深的，不如去限制一下安人9。现在瑞兹、阿卡丽都没有了。举手说，哎，我昨天练了一手炸弹人，消活龙，感觉炸弹人应该就是那个，应该就是烟雾弹，纯真烟雾弹，岩雀也翻了啊。我觉得这把对于安人9而言，可能青钢影这样的英雄更好吧，组个双锁。双锁去找对面的打野盲僧，炼金锁的速度非常的快。现在轮到 FP 这里去定阵一下自己的下路组合。卢锡安还在哦。炼金和泰坦的话，确实霞是一个保命能力，就是最为突出的 AD 了。选霞就会考虑自己去玩，当然我觉得卢锡安打线也是没问题的。选霞了，还是拿霞了，稳一手，很扎实啊！如果辅助是奥恩的话。而且在第一波资源团的强度上面 ，FP 是拉满了。真的吗？我不信啊！这蝎子来，给不出这个位置吧？感觉怎么样都给不出来吧？对啊。中单炼金打野，感觉还是先晃一手，还是依旧观望，保持不信的态度。哎，不是，时间要到了，哎，真来吗？蝎子，兄弟们想看的来了。主要是这种选下来阵容，哎呀，不对，对吧？这个白开心一场，白开心一场。主要确实不可能，主要选下来的一瞬间，你看灰八就看了眼对面，哎，不对啊，对啊，情况。这个确实，我感觉选下来之后，你的阵容有点太强行去追求摇摆了。对，而且关键是你这个蝎子补完了之后，你就发现。奎桑提加炼金加蝎子，有点玩不了。你伤害谁来呢？到底伤害你不能全指着 AD 一个人打。对，而且飞机说我太难了。主要这把飞机他面对的是盲僧加鳄鱼的这个冲阵组合啊，存活能力也是有限的。我感觉就是对于最后一手而言，如果给安9去出英雄的话，就可能是青钢影安贝萨这样的战士应会更合理一些。是的，因为格温也被对面拿了，然后瑞兹也被搬了，这把安9我觉得出些法系大核可能效果是一般的。蝎子这个点吧，就是我们比较期待的原因是，他确实作为新英雄，然后有点吊大家的胃口，比较想看。但是刚刚那个阵容确实配不上去，所以他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晃一下，但是估计晃的过程当中没找到自己要选的是啥。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看最后同步一下最后什么情况。对，就是选错了，然后他最后应该是要重新去选的，而且只有最后一手，因为是最后一选嘛，并不会干涉对方的英雄选择。没错。然后看到选手们就已经隔着这个一下，对，过开始几道石头布了。也只能说两队的选手确实都是，这个不管是交战经验也好，还是本身在我们超级联赛当中打的时间也好，都是老选手了。是的。然后我们的那个就是 BP 规则是，你如果在对方的下一选完，就是已经锁定之前，然后去跟裁判说我选错了，我要重选，那是可以的。对。所以说最后一选，如果你真的出现了这种选错的情况的话，还是有机会去调整一下的。我看刚刚因为有人亮了一下小火龙嘛，然后大家也在讨论这个英雄。小火龙其实最近登场率并不低，对，但是你要配线上很强的英雄去搂住小火龙，然后让小火龙自己再多发育一会儿才行。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第一局比赛 Ace 对阵 WBG 的时候有看到过小火龙的出场，当时是 ACE 选了一套4保1小火龙，对，结果虽然保住了小火龙，它发育很好，但是到后期其实你3路都是没线的。所以没办法，你必须得选线上强势的去给小火龙。但选线上强的话，那小火龙下路又会变成一个突破口，所以说这个阵容会比较割裂，特别是在职业赛场当中，小火龙的胜率其实一般的。对，我们这边也出了消息啊，由于 RV 的 Tech 选手未选择到需要的英雄，并在对手锁定英雄前
向裁判进行了报备说明，并提出了正确的英雄。但其实蓝色方已经选完了，就是所有的英雄，因为它是最后一手。对。然后经裁判组判定重开 BP， 维持2位 Tech 选手之前已经完成的 BP 结果。同时，2位 Tech 选手将直接锁定刚刚提出的英雄，后续 BP 正常进行。是的。就最后一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是给IN9去锁的英雄嘛。最后一手感觉还是出个战士比较合理。搞一手战士，配合着飞机去打一个中期的优势。对，当然还有继续摇摆的可能性嘛，对吧？就是最后要看一下最后定下来的阵容是什么。但我感觉就从这个整体阵容的象性来看 ，FP 是非常统一的。他们前3手选完 ，AD 玩个自保的，辅助补一个开团的奥恩，对吧？就全有了，全有了。左边阵容是非常立体的。但是右边你要说的话，炼金这一手确实有的时候能打出来出其不意的效果。它是一个对策手，就对于常规的选择而言一般，但是在对面这种阵容的情况之下，不管是鳄鱼、盲僧，其实都会被炼金所限制到。你有的时候就算不背，但是那个胶水也能让对面这些需要进场的英雄喝2壶。是的，哎，来了，开始了。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应该是在重新选 BP 的过程当中，前面6手已经选完了，应该马上就能选到我们最后的这2手了，不着急哈。是的，BP 界面应该就是我们重选的话，一般是选完了之后才会给大家看，就比较靠后的时候。但我们聊回蝎子这个英雄，我觉得现在手游推出的各种英雄，其实都是属于游戏当中，你不管说蝎子还是后面可能出的大虫子，他们都是属于机制比较有趣的。对吧？蝎子是属于大招可以把别人拽回来，然后大虫子呢，通过这个大招的叠层效果，千珏是补到了，给到灰八补了个IN9的炼金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对面是盲僧啊，这个千珏真的能发育起来吗？就是我是觉得 FP 这里唯一一个能让千珏感到舒服的，就是中单是一个格温，这英雄前期不厉害，但是上单鳄鱼打野盲僧，然后奥恩又能游，霞其实对线能力也还可以。也就是说这把你能吃到多少个印记，非常非常看脸。是的，就是你标印记，就上中野只有对面3个兄弟，我不知道怎么标了之后不一定打得过。然后在河道线的争夺上面，你的线权可能是抢不过对面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考虑一点的问题。当然，灰八也是我们熟悉的老选手了，他自己一个打法风格还是比较凶悍的。对，我们非常相信灰八的个人能力，这个是一定的。只是说这把可能他想要去叠印记的话，你要看你是不是刷到那片野区里面去能出到这个印记，就是尽量让自己在前期通过刷野去叠一叠。对，但因为要不然压力很大。因为IN9选的是炼金，所以说打野位置必须得补一个能够支撑起队伍中后期输出的点位了。没错。而且刚刚因为是最后一手，就是我们10个选位的最后一手他拿错了，而且千珏嘛，确实选的会相对来讲比较少一些。但还是要看一下局内的表现啊。桌面，我看有人在问桌面上小风扇是干嘛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选手打会觉得热，因为他们紧张的时候会出汗，特别是在这种激烈团战的时候，对手上不能出汗嘛，然后你吹个小风扇会好一点。来了，进入到朝日峡谷当中，我们今天的第3场包3。蓝色方的 FP 目前也是10连胜，气势如虹。2位最近豪取3连胜了之后，现在应该也是相对来讲有信心的，期待一下这一场2队的发挥。对，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争取起码从 FP 手上拿下一小局啊，因为现在 FP 10场8局2比0，跟别的队伍已经展现出了那种断层的差距了，绝对的统治力。对，所以说 RV， 我觉得他们在就经过10天之后的调整，再度面对到 FP， 肯定要想好对策。低等级的时候，奥恩面对泰坦还是有点被动。前期红色方的下路在推线，然后上路的话，魁炀提之敌把鳄鱼往回赶了一下，但是中路，IN9这里可能过得没那么顺。IN9更多的是要配合打野嘛，然后他更好是在一些小规模的野区入侵上面，把别人背回来，配合队友击杀。是的 ，Barry 哥掉了好多的血量啊，而且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插眼插重复了。对，这样子对面一排2只，舒服。两边的打野都在刷对面，对着刷，一边是往上刷，一边往下刷。可以，这边还是比较舒服的。
标记是挂在了格温，主要是核线如果没有烧到干扰的话就比较好。嗯，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中上2条线都是没有线权的嘛，他所以说千珏他只能够去往下先靠一下飞机那一侧。烧上去太难了。嗯，那盲僧来了之后双5级，小张只有4级，但这波不是特别好越。看一下情况，对面毕竟是满血，对吧？小张满血想要去越有点太凶了，那有点太不尊重奎桑提了。是。回家补一下状态，这里再出来的话，霞和奥恩的等级升高了，就不会有前面那么被动了，而且现在可以转到中线上来，换得非常快 ，FP 直接往中去靠了，也是2分半的时候就换到中路。我在想，千珏刷完了之后，这里炼金来下，如果说中路有机会吗？半可以波，勾到了，但是被控制抵消。有闪是杀不掉的。灰八如果能配合着安然9去动一下血王的话。小张上路想要造单杀吗？有机会的，走位扭一下，大招和闪现也是不用去着急交的。011守入中线，这把前期风平浪静啊，两边想要去做事情，其实都稍微有一点点依赖辅助的支援。盲僧这里还稍微好一点，千珏的话一定是更需要辅助去支援到，是的，给到足够的控制才可以。我觉得前期第一波节奏没有起来的话 ，FP 也不用着急啊，因为他们更想的是在第一波资源团的时候给你打正面。对的，他们打资源团的容错率要更高一些。对。2V 的话就要稍微拼一点上限了，毕竟有炼金这个英雄，这是一个有奇迹团可能性的。对，但也有可能你一个没开好，然后导致自己家这边少个人，比较符合安然9的性格吧，合理，我觉得，对吧？然后去把上路的核心给控下来。蓝色方靠的是比较慢的，直接教养想要打起来，撞2个人还不错，撞了2个人也顶得很好。是的，011可以疯狂输出。泰克这里有点走不掉了呀，直接被霞拿下了1血，而且 Barry 身上挂着一个天音波，这里也是一定要上的，再跟上1-9，拿下这个人头。大招规避防御塔的伤害，这一波阿伟立功了，还要再上吗？姜汁3进3出，这一波太完美了。我感觉这波打完了之后有点炸了呀，2V。主要是 RV 他们是想要去强势的控下这个迅捷线，但是在河道的这个地形给了对面奥文最好的发挥空间。对他们就是太强势了，给了对面的机会。这波打完直接炸，而且中路吃了好多镀层。主要不知道的以为 RV 是前期的强势方啊，讲道理 FP 的打团比你强太多了。对，好像他们就对面是千珏，他们是盲僧。是的。这个时间点对于他们来讲的话，飞机和泰坦确实是强的，但是千珏能给到的帮助非常之有限。就盲僧跟就下路2个人对调，然后千珏完全打不过盲僧。加上姜汁这波就是5-5开的双人组，然后打野方面差距巨大，在这个时间点。是的，盲僧直接2个头，凶了一波，导致直接让盲僧2-0了，而且霞还拿到了头。这个结果对于 RV 来讲的话，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然后 FP 又拿到了一个非常梦幻的开局。跟我们说这2队之前打的那把有点像啊，有点像了。对，因为19号的那一场也是 FP 在第1局拿到了前期阵容，结果前期直接滚雪球就一路推掉了。现在这把看下来有点一样的情况，前期阵容前期优势疑似要情景重现了。对，就看第一波资源团 RV 能不能稍微把劣势给止住一些。我感觉现在对于 RV 来说的话，就是要靠第一波资源团去打赢，才可以抹平前面那一波带来的。但我觉得好难啊，这个他们想要打赢的话，真的是得对面给了超大的机会才行。因为霞和格温容错率还是太高了。去抓小张，直接逼闪现，瞪回来2个人，但是人好多，但是被撞了，这里还是要死啊！而且灰八在旁边虽然开起来了大招，但这个大招好像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Barry 输出环境还不错，没人管他。不过不好留，千珏跳出来了，跳出来追着阿伟移动打，但是伤害这个时间点还不太够，有一个人在掏后排，这个人是姜汁。教羊把 Barry 追走了，反身被泰坦疏通航道勾到了之后，自己有伤害不太够啊，这冲过来只要给了，来了一个Soldier，而且灰八感觉也要交，换了一个还可以，但是这波你换完了之后资源没了，是的，那就还是亏。现在人头比6比2，经济差了3000块，而且先锋已经被拿到了，中塔摇摇欲坠。
6分40秒，1千血的中塔，想取的话随时是可以取的。对，都不着急了，回家先补给一波，然后可以放先锋逼小龙，非常完美的节奏。但是安人就过来了，想要在上路找一下小麦的节奏点，成功找到，给奎桑提拿到了一颗人头。那么这样看能不能做一下上塔的交换吧。但是姜汁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控小龙了。FP 是打的相对而言比较稳的，因为他们正常来说，这中路先锋一放去小龙是有机会双资源全控。再加上他们肥的点是前期比较需要肥的打野和 AD。对，鳄鱼那一路也能吃到一些 AOE 的经济加成。虽然现在奎桑提刚刚就是击杀掉鳄鱼了之后，自己的经济是反超了的，但是你要配合上打野，再去打2v2，或者说配上辅助的3v3的话，感觉蓝松还是要更强一些，因为盲僧现在有点拦不住。姜汁打小龙拿完之后，现在对位领先。其实还是有的，勾一下，勾到的是阿伟反身撞向墙，辉拔还得刷呀，给他点时间再发育一下。炼金被赶到了中路，但是现在这个中路只剩下1000血，先锋直接叫了。对，想要去平推的话有点难，而且要去找对面千珏的位置，这把千珏是没有办法反野的。对位差距和边线上的差距太大了，别提了，尤其是这个中塔拿掉了之后，千珏现在自己家的野区都要看着刷。对，而且下塔的血量也不健康了。千珏最怕的就是陷入这种非常被动的局面。野区一点一点就要开始被入侵了，下塔还剩下1048血，上塔虽然相对健康。但是，哎呦，白瑞完全扛不住啊，好痛！这只是一波消耗的连招，对面奥文多没较大，白瑞就已经没状态了。怎么办？你看野区现在在不断被入侵，掉羊了。这一头想要去拦一下辉拔的回头走位，不过没有预判到，但是撞起了2个人。哦，那控制很高，很好。29的血量也很低，白瑞过来的是一个空蓝的状态。打不了，完全打不了。辉拔大招开着，但是泰坦走出了大招之后，这个杨凌生气一个人也没救到啊。209在塔下，对面现在没有兵线的，背回鳄鱼，但是鳄鱼状态很好，再掰到塔下，小麦能2段3技能直接走人，又被撞了一手，姜汁过来了，天一波没中，不过209怎么办啊？又躲了一个，他还想走掉，走位蛮好的，但是这波打完又是亏了2个人头加一座外塔，他还吃了队友刚刚阵亡产生的战莲花。太难了，对，大招好了呀！不是吧？这犹豫了半天，想要去吃点兵线，还是没走掉。那现在对于 RV 来说，已经背水一战了。我感觉这一把安忍者令金选出来，就属于他找不到太好的机会去边线上血，他只能在那边逛，但是他不敢上去背的，因为不管是鳄鱼还是格温，你背上去可能自己都没了。奥文这边空一个大招也是在展示容错，对，野区又打了起来。现在011加阿伟的下路双人组入侵对面的野区，你不用管对面的脸色了。是的，上半区清完了之后，来下半区反野。只能说这个不算是我们马后炮，因为我们在看到千珏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千珏会很难发育。对，而且就从选完5个人之后，就会感觉 FP 的阵容整体的调性太合适了。然后反倒是 RV 那边，因为你中路是一个炼金，然后就会导致整体的阵型配合着一个需要极度发育的打野，就有点怪。就看似 Barry 的这手飞机，它是补充了队伍的前期，但是在面对对面这种格温加鳄鱼的情况下，你的飞机是没有太好输出环境的。包括泰坦也一样。对，就是在第一波先锋团的时候，你看飞机在侧翼，他根本不敢上去点伤害。很难受。泰坦不能做到特别有效的开团，飞机不能做到特别有效的前期压制。小龙还有20秒的刷新时间，打野落后的有点多了。这把回拔也确实没办法，还有10几秒，下一条小龙也要刷了。现在中立资源不断刷新，反身撞，你开我，那我也反开你。阿伟很肉，加上旁边有小麦，叫羊了，要叫羊，这个位置很好，撞中口子，直接撞了一手飞机，而且逼掉了回拔的闪现，对，弄回来了一个，不过可以走。不过这波011可能有点危险啊，大招直接交出来了。漫天飞雨不用怕 ，Sora 也在旁边，这一波打起来是一个5v5。小麦被掰了回去，开启大招。自己的血量不太够是没问题的，但是队友跟过来的时候，2人9也要死。这波是做了一个1换1，打了个1换1的交换，阿伟顶上去并没有顶到人，那我感觉 FP 可以撤退去打龙了。
盲僧可以直接去动小龙，对剩下的队友甚至可以在旁边先围观一下。打得很凶啊！他们是想要小龙加上上路的兵线之后再去给大龙压力。然后霞还能吃中路的兵线，他们是全都要。是的，就同一时间4个人去做了3件事情。撞起来。灰霸这个位置被 Soldier 盯上了之后，打了猛猛的一套血量，还有一丝血，一丝血011过来2下，因为有大招的效果没有点死啊！掉羊，这个羊躲得掉吗？能不能躲？哎，这好像选择撞2只，这目标完全不是锁在灰霸身上啊！那大龙怎么办？大龙在动啊！龙坑上面Soldier 有一个 Soldier 在拦人，他在拦人。哦，他甚至还能换吗？有金身的泰坦没有换掉，不过正面的大龙已经快要打掉了。是的，打龙速度非常快。回到龙坑里面接应一下队友。那正面是损耗掉一个中单的情况之下，在12分半把这个大龙拿到。1打3的情况，甚至差点换掉了对面的中单安然9。Crazy。FP 继续展示出来自己中期无敌的压制力。虽然在最近的3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把自己6000的经济差距继续扩大，但是这个大龙应该就是他们继续撕开这个口子的一个就是比较关键的节点了。是，可能这条大龙，我觉得对于 FP 而言，他们至少拿掉就2路高地吧，可能。要看一下怎么去做推进的考量。你的推之前3座外塔都已经推掉了。对。这波大概率是能拿到至少1座高地的。小麦这一路得当心一点，因为当时被连找了2波机会，其实自己的发育并没有那么好。但是正面推进的时候，安然9是有机会去找节奏的。要背这个里吗？要去找吗？011被背回来了，但是截得很快，加上有大招半天飞羽在。反身再是一勾进来了之后，小张在接后排，011还是被切死了，自己家的后排也被全部捣乱。小麦满血进场，双杀。正面小张哇以1敌3，很能打啊！小张这一波，鳄鱼看了一眼直接走了，因为正面只剩下一个阿伟的奥恩，这波大龙的推进节奏断在了奎桑提的手里。小张这一波立功了，立大功，是他一个人挑到对面后排，把对面的双 C 全部切死了。然后说今天是9形态的小张，摇了一个比较大的数字。这波防守下来，再看一下刚刚那波。我感觉011还是就他半天飞羽中，他勾引的有点太就是尽力了。我觉得他不用摊后续的那2个便宜伤害了，可能。奎桑提这一波打5-1的 Soldier， 大家不要看这波其实没有赢很多，只是赚了1颗人头。但问题是，对于 FP， 这是一波把优势转为胜势的特别关键的时间节点。是的，他们没有拿下高地的话，那这条大龙拿完的意义就不大了。不收益的大龙 buff， 是亏了2000块钱。打完之后6000经济变成4000经济，对，那就看龙魂了吧。毕竟自己2条小龙在手，下一个节点是龙魂团的时候，优势还是在 FP 这边，但是现在要稍微谨慎一些。对，因为2V 在刚刚已经找到了非常好的一波机会，把劣势拉回来了。特别是这个奎桑提，其实他的发育非常好，11600的一个经济状态，4-2。而且身上的装备都具有就是半进攻的能力，对于后排那种身板比较脆的，像霞什么的，还是有非常直接的威胁。对，看到2队其实都不管自己的后排的，打起来都是互换对面的后排，然后自己的后排就自己玩去吧。后排属于是自生自灭型。野区还要继续入侵，50秒的小龙，感觉泰克是不是有想法？出钩并没有勾中，鳄鱼在带上。那一会儿还得云一个人去上路守一下线，奎桑提回去了。对，阿伟的控制抵消做的还是很好的。其实拖完了这点时间，大概多拖了2分钟，给灰8发育起来了。对，这个位置是 FP 的防守时间，他们要回去先补一下状态，然后出来了之后，无论是大龙还是第3条小龙，都是值得做文章的。是的，现在灰8也补上了自己的3件套，伤害是不低的。但是装备上面的领先，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上面看不太出来，因为基本上就是3件半和3件的区别，对，不是很明显。对于实质战力上的影响几乎没有，只有中路的格温可能说，就你跟炼金这个点位比的话，是优势比较大的。江直添一波短泰的被猛打了一套，但是千珏此时此刻的伤害已经上来了，阿伟第一时间被打成残血，赶紧往后排去撤。耀阳反身耀阳撞，但是撞出来一个金身，小麦在绕后，第一波挂上了，在泰克身上直接击进去，反身把泰克收掉。而且鳄鱼进场了，直接切 Berry 被秒了， Berry 秒完了之后，2个升级结束，29还剩下1丝血，往后身后去拉。
奎桑提这里1打4没有办法进场了，那要不回手直接去动大龙，还是说在大龙旁边埋伏一下？感觉大龙是可以的，因为对面的打野其实在中路已经漏了。灰巴虽然有闪现，但是这个时间点没大招啊，还是不太好进龙坑的，进不去，而且一脚直接踹走，上来一脚踹走，把大龙打掉了之后，赶过来的2位队友没有办法继续做跟进，29背回来了一个姜汁，但是要追着千珏已经没了。在开打的第一时间融化掉了一个，那这波赶过来当然就也要倒，只剩下一个小张能走吗？被杨一头撞起来了。虽然把人拎回了塔里，但是自己再开时间鬼也是徒劳无功。哎，我感觉安29这波背，主要是自己少人，对面拿完大龙了，好像背下来意义不是很大。而且那个位置灰巴既然进不去，其实就应该直接走了。对，就果断点去换小龙可能会好一点。只能是加速一下比赛的进程了。那这样子带瑞没血量，泰克好像也无能为力啊，他清不了兵线，伴随着基地被推倒，17分半的时间，我们要恭喜 FP 在首局当中拿下胜利。这把的优势在中期虽然被回滚了一些，不过依然有惊，也不算有惊无险吧，还是比较平稳的，把这场拿下来了。但是我觉得在最后一波大龙团的一个处理上面，双 C 的绕后很好。你看小麦的那一波绕后，精准的找到了 Barry， 然后一个人虽然说跟对面换掉了，但是也是把就是对面4个人的位置逼到了防御塔下，然后给了自己队友去打大龙的空间。这把那波团确实打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看到就是鳄鱼进场的第一时间，其实先秒了一个，然后隔绝阵型的情况之下，千珏把大招开起来，并没有能够保到队友，直接就已经溃败了。是的，然后在后续想要进场。对面一个奥文顶在前面，然后加上盲僧有大招，那你千珏想要突进去抢龙也不太现实。当然很直接啊，上来先一脚把你送走，送走了之后我再回来接着打，龙打掉了你再过来，那就来几个杀几个就完事儿了。当然，IN9最后的背不背其实并不影响整局的结果，因为拿完大龙之后 ，FP 他们也可以拿下龙魂，然后做一个双龙会的齐推。那个时间点只是时间快慢的一个区别吧。是的，反而有可能尝试背一下，万一能够把对面1、2个人打掉点，那这样子可能能阻止对面的推进，对吧？也是一种尝试。当然没尝试成功的话，我觉得直接准备下一把 BP 吧。对吧？我觉得这把 BP 上出了点问题 ，BP 上确实出了点问题啊，因为他们的阵容，你说有格温啊，包括盲僧，然后霞这种英雄存在，鳄鱼就炼金本来就不好发挥，对，然后这些英雄前期比较强势的情况之下呢，你又拿了一个特别发育的打野，这个其实就是中野的象性不搭。就理想状态虽然是有那种比较夸张的一个上限吧，包括就是炼金波背都特别好，然后千珏的印记刷的也比较好。但是那种情况太难发生了，对，加上我觉得前期对于那只河蟹的争夺有点投入太多精力了。那当时其实直接就记了。对，我觉得如果那波不打完，那么在第一波资源团两边互换资源的情况下继续往后拖，其实打到后期 RV 拥有飞机加上千珏的双射手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在那一波打完，其实前期的劣势就止不住了。你看到一个2-0的盲僧头真的会大，尤其这种顶级的队伍，对，前期打野肥。中单优势也在不断的滚，因为格温打炼金一定是越来越优势，如果队友不拉的话，就一定是越来越优势，因为炼金是功能性的英雄。然后格温到后面养的也比较肥，今天格温在中单的位置也出场了2次了，然后感觉配这种阵容去兜一下底的话，打到后期能力确实是挺不错的。是的，而且格温在边线上面也是属于这种打一些可能比较笨重的坦克，他是有机会遭单杀的。但是现在有些时候就是你拿完格温了之后，发现对面是一个瑞兹，或者说你再去拿格温前期稍微劣势一点的线去兜一个底，然后去打对面的瑞兹，这种其实也还可以。这2个英雄去对线的话，打到中后期各有各的优势。是的，刚刚这局还是蛮精彩的，主要是中间打回来那一波特别的燃，就感觉2位瞬间找到了机会。对，但是后面又是通过同样的一波团战，在大龙区的旁边，然后给 FP 开了一波好的之后，这个机会。好不容易找到的也随之被淡化掉。对，我觉得在下一把当中，可能可以围绕小张去打一打吧。我感觉今天小张状态不错，下一把可以给他一点强势英雄的选择，不然像是奥拉夫或者安贝萨，看能不能在换到蓝色方之后去给他投资到吧。对，小张今天状态不错，对，看得出来，今天状态还蛮好的。那么奎桑提在中路打得真漂亮，赛后数据面板17分半结束的，这把的输出最高点是011的霞。虽然实话实说，就你没怎么盯到霞一直在打伤害，但是这把。他其实除了那一波被小张切死之外，剩下的站位都挺不错的。因为我们大多数的这个视野都集中在盲僧，包括鳄鱼的进场上面了。其实霞在后面一直偷偷摸摸打伤害。对的 ，MVP 给到的也是霞呀，011上一局4-1-10，你看
AD 这一点就不太好，就是我们能看到的，经常是阿佩接的那一波，对，但是他只死了那一次，32%的伤害占比，74%的参团率，而且伤准也200以上，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数据。2票，赛事裁判是给到了中单，中单有分到1票，这把中单，格温的发挥也确实最近整体来讲格温算比较好的一局。其实我觉得这把整体 FP 打得都很好，对吧？你说阿伟的开团，其实2波在野区都是大到了2个人以上，我觉得整体开的也还行。就是整体第一局打下来 ，FP 5个人的状态都是在线的。对的。而 RV 的话，我觉得他们也不是说状态不在线，而是在阵容的选择上面，其实是比对面的这个一致性差了一些，对吧？炼金补完之后，安9这一个点是没伤害的，然后伤害只能靠灰八去硬补一个像千珏这样的大 C。早知道这样的话，最后一手拿蝎子上来展示，展示一下，好像还一展示，打一波这种节奏型，对吧？但确实蝎子炼金加上一个葵桑提，这个阵容也有点怪。只能说强如灰八，也很难把千珏这种英雄，就是在面对强敌的时候给发挥出来。是的，太难了。FP 每个人的打线能力都很优秀啊。你看前期这个中上2条线 FP 都是拿线的，所以说导致灰八的千珏并没有太好的机会去入侵野区。对啊，野区根本进不去，尤其是自己家中塔。其实，在先锋掉的那一刻就已经预定没了。或者我们再推得早一点，就是那一波大概在3、4分钟的时候打完了之后，他们3个人吃了中路的很多的镀层，当时中塔只剩1000出头的血量，那个时候中塔就已经没了。是因为1000多滴血 ，FP 一定会投入全部的精力去打先锋。你跟我换，那我撞你中塔；如果你跟我来打，我盲僧、格温、鳄鱼巴不得你过来呢。然后你拿飞机这种需要占中路线，帮助千珏去守中塔的同时，还能就是让打野泰坦帮助千珏去入侵一下对面的野区，然后去吃个什么印记什么的这种啊，全都不用想了，因为你的中塔掉了。现在接下来就只能变成被动防守。是的，这就是很多英雄他的一个单向性吧导致的，还是局限性太大了。我觉得飞机在这个版本它的一个优先级，可能整体的还是会落在这种不管是像伊泽瑞尔或者卢锡安的之后的原因，就是在于他要打伤害，他一定是要贴脸去打爆发的。但是他对比卢锡安而言，他的灵活性其实没有那么强。对，卢锡安的位移毕竟对他毕竟能一直滑，然后飞机飞上去打一波，可能如果你装备不好的情况下，打完一波之后，你想活下来的难度是很大的。这飞机可能更多的就是打团之前 poke 那个属性要更直观一点。是。但是我感觉下一把的话，正常来说，蓝色方的2V 不太会换位置，那果然我们2V 选择蓝色方的话，这样他们的 BP 相对来说还是稍微好做一点。对，打到第2局换过来是会稍微好做一点。对，这样。因为第1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蓝色方的 FP 直接在第1手锁下盲僧了之后，围绕着这个节点进行就是各种的入侵啊，干嘛的呀？这个也是属于盲僧这个英雄为什么最近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全部被ban？对，太容易起节奏了。像他的2手ban位也是给到打野设计嘛，先ban位，再ban暴女，对，然后自己去抢盲僧。这手选择下来，也就代表着我前期的一个野区对抗，我一定是占优的，我英雄属性一定是占优的。然后再加上，RV 他是把鳄鱼放给了 FP。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点让对面的阵容起得更加完美的重要原因，因为对面起到了盲僧、格温加鳄鱼的组合，这就太夸张了，就太强了。对，就是属于一个前中后期都有保障，然后在第1波资源团的收割能力和斩杀能力也很强。是的，他甚至是求稳。我觉得如果想打得再强势一些的话，中路是可以阿卡丽的。对，就是打前3楼拿的就贼扎实，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吧。就第2局来蓝色方了，这个 BP。很显然，就稍微好做一些的情况之下，你这个1楼定阵到哪一个点很关键。是的。那蓝色方的1楼太重要了。我们看到一般拿蓝色方输的都是那个1楼拿的英雄没发挥出来什么作用。对，因为现在蓝色方1抢有太多英雄是可以搭建体系的。包括你像努，他在目前版本当中也是属于一个可以围绕着他去搭建一些体系的打野英雄。对的。所以说，我觉得包括辅助位置有的时候也会选。对，就是一个可以摇摆，然后又可以去帮助队伍定阵、定方向。就选了努，那我必然是要围绕着野区入侵去做设计，对吧？那我的上中或者我的下路起码要去拿线，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更好的配合打野去入侵，这样子先从打野这个角度先击溃你，这也是一个方向。或者就是说给今天状态看起来还不错的小张，对，去做一点设计，比如说看能不能给他拿到安倍萨，或者说给他在中后手的时候去拿一个奥拉夫做一个 counter 位。我觉得去看到对面的整体阵容，奥拉夫这个点要好拿一点。安倍萨很容易被ban掉。对，就奥拉夫拿的话，可能就不会在1楼考虑拿，而是更多的放在后面，
看完对面整体的阵容之后再去拿手奥拉夫。哦，屏幕前的兄弟们可以预测一下啊，看看这一场是你们觉得会打成1-1还是2-0？上一局虽然 RV 输掉了，但是他在中期的时候还是有反扑一波，然后并且今天看起来，实话说，小张的状态非常好。这小张是那种你打一局你就知道他的状态上限和下限会拉得很开的那种选手嘛，所以今天状态好的话，感觉还是有机会。来到蓝色方之后，来看一下 BP 上的设计啊。哎，但是兄弟们，安然9的英雄池还是很深厚的，因为他打过比较多的位置，然后同时的话呢，功能型的英雄擅长，战士擅长，然后甚至一些传统法师他也能玩，他其实英雄池很深的选手。只不过他可能加入到 RV 之后，定位会偏蓝领一点。我觉得这也是调整适应的过程吧。其实很多中单选手在这个版本，他都会有所一些风格上的转变，包括中单上单嘛，这2条单线，对，好像很多的选手都在尝试去更加的适应版本。就像我们今天第一局这个微博的中单 Sky，他其实以前在我们印象里面，不管像龙王瑞兹，对，去玩法系，但是在伦最近的比赛当中，他其实玩这种边线战士越来越多了。对，贾克斯、天罡影，包括他今天有一把贾克斯，其实也很 C。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中路的一个整体节奏就是你要去适应更多的风格，去适配队伍。那安然9在 RV 现在的队伍当中，我觉得如果他再去承担一个大 C 位，可能 RV 整体的输出位太多了，而且经济很难分配那样。是，就我觉得像今天周周打了一把加里奥，这个英雄9哥玩应该会有感觉，加上应该会有感觉。加上安然9他本身的一个视野其实很开阔，对，他对于这种支援端的帮助是很大的，而他本身也是指挥型。OK， 我们来看一下啊。第2局的 BP， 蓝色方的 RV， 红色方的 FP， 然后 FP 也是在首局当中拿下胜利，这把索贝是ban掉了，然后盲僧上一局是摁掉。那豹女怎么说？如果你放出来的话 ，RV 一定是蓝色方1楼拿的，我觉得可以搬了努，那就豹女吧。那作为交换的话 ，FP 他是有可能去拿下安倍萨这种锁头英雄去针对豹女的。对的，哎，安倍萨先选，哇，优先级给比豹女还高，要把小张的优先级拉这么高。我想想，我觉得有点没必要，还是豹女吧，豹女吧。就这2个英雄还是有一定上的差距的。那 FP 呢？安倍萨加个，其实卢锡安是对，卢锡安、瑞兹这种都比较优势。那瑞兹、卢锡安是一起拿是可以哦，就瑞兹、卢锡安、安倍萨3选2，卢锡安加瑞兹也算是比较不错的红四方的前2楼了，扎实，很扎实。这也是属于中下双 C 拿下来就是版本强势的那种，又是不搬瞎子嘛？那个盲僧，我们是全局 BP， 就是无畏征召模式，他这一局已经选不了了。对，盲僧已经自动被ban掉了。大家可以看那个屏幕的最下方，中间有4个字禁用英雄，然后左边和右边的那个 Game 1就指的第1局用过的英雄就不能玩了。现在 BO3还好，可能打到之后我们这个 BO5的赛制下，来到第4、第5局，选手们的英雄会更加的发火。对，那个时候就会特别好看，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 BO5。然后后面的2选安倍萨。赵信，然后进入到2轮班的话，瑞尔也这把蓝色方的阵容配上瑞尔，确实是有点打团能力很强啊。但前3手我还是觉得 FP 好像更扎实一些啊，对吧？你看 RV 他们现在需要的是开团点和坦克属性都得要，他们都得补，对，否则面对卢锡安这种或者赵信这种突脸的，他们的一个生存能力是堪忧的。瑞尔、大树也搬了，这2个好像是最好配合的。想想有什么英雄又能支援到安倍萨的进场，又能帮女枪去打一波控制？奥恩也没了，在第1局已经被烧掉了。对，哎，洛行不行？洛的话，洛是有点脆，对，洛又是脆。洛的话，你就安然9又来一个大坦呗，对吧？还是说小张来个大坦呢？安然9加里奥，对吧？他们现在这几个点其实不缺输出。安然9来个加里奥，然后辅助位置来一个，比如说洛那种能够帮忙进场打第1波控制。感觉可以，而且加里奥和安倍萨也是一个好组合。是的，或者还有个思路就是安然9的安倍萨，然后让小张补一个类似于波比这样的英雄也可以，对吧？去限制对安然9去玩安倍萨那样的话，然后上路玩一个这种就是功能性半坦功能性的，半坦功能性的老司机波比兰博3选1。那兰博的话还是吃大招的配合，看一下小张是怎么考虑的。青钢影，把锁头打到极致吗？
青钢影加安倍萨，青钢影应该是用来去针对对面的瑞兹的。但我确实觉得这样选下来的话，整体阵容的坦度实在是太脆了，就容错率给的很低。哦，也还是没锁，还是没锁。对对对，我就说这个突然间锁个机器人，好像也挺冒险的。卡尔玛，那这把 RV 就定掉了，定掉了，对吧？他们就是很脆啊，就不用前排，就纯打拉扯，纯打拉扯。就是卡尔玛一波加速启动的时候，安倍萨和青钢影直接把你一个 C 位给锁掉。但是这样子 FP 其实他们如果能够拿到波比的话，很舒服，可以限制你的进场。可是他们家巴德已经很早就亮出来了，就是很有可能我们看到安倍萨进场第一时间，巴德直接给自己家后排大一个。对，这也是个问题。但主要是 RV 的阵容已经变形不了了，就他们前3手拿下来，你后面2手想把阵容给补的饱满，其实很难。他们只能在单一的方向上面做到极致。这把就是属于青钢影和安倍萨2个兄弟一定要把边线打起来。对，左边这个有进攻压力，容错很低啊，就去拼操作的了。然后 FP 的话，因为他们前3手赵信、卢锡安加瑞兹，他们后2手怎么补，其实阵容整体上面看起来都不会太差。RV 这个上限是很高的，因为他们如果说优势的话，打到中期青钢影和安倍萨的带线会特别舒服。但是怕就怕你如果前期没有建立起来优势，然后中期打团的时候就很难进场了，因为你一旦进场，就是对面的后排虽然会被框住，但是巴德一个大，就等你压起身了之后，自己反倒是会走不出去。是，这样一个雷欧娜你指进来了，就这种感觉。就 RV 这把的阵容给我的感觉就更像排位里面那种绝活哥，前3手绝活哥豹女。对，每个人先把自己最强的英雄拿出来，或者是说把这个版本强势的单杀英雄拿出来。容错率不高，但是上限很高。FP 的话就更扎实一些。是，但思路是对的。这也就是 RV 的风格。你打强队就要打出自己的风格，你得把上限拉出来，对吧？否则你打像 FP 这样的队伍，他们每个点位都很难被你单个突破，那不如直接把阵容选的偏向性极端一些。对，就把某一个角度拉到极致。是的，这也是我们之前看到特别多的，就是那种以弱胜强的打开方式吧，算是。要么打4保1，要么打极致的强开，对，或者大招流这种组合。全军出击。来了，进入到召唤师峡谷，我们两边的第2场对局 ，FP 首局是以比较快的时间拿下的胜利。然后这一把2位来到蓝四方了之后，也是走一把极致的中期压制的强度。对，我们也是期待一下辉巴这个蓝四方1选豹女，看看能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瑞兹腿确实还是偏短的，下路前期的对线，这个被巴德 A 的有点疼。卡尔玛加女枪打对面卢锡安加巴德，一阶双雕，现在是打了一下011，稍微换点血，哎呦，再控一下。但这里吃了2个人的技能，有点痛。对，果盘回个血，011再找机会再打一个穿冰 Q， 马上2级了。上来点，豹女和赵信都在往下半区刷，豹女刷的速度要稍微快一点。这下路，阿伟这里被点的有点多了，刚刚换血有点不谨慎。对，主要011在下方扫层的位置，是的，跟不上伤害。卢锡安技能组还是要等一下 CD。又晕到了，技能给的很准，但是对面有治疗。刚刚有一个盾守了一波，011这里再吃一个心灵烈焰，被打到1/4血了，快。赵信往下靠，但是辉巴也豹女飞在旁边，这波应该两边打野都是相互之间比较清楚的，但是赵信可以先到，泰克好像被留住了，这里走到中间来肯定是走不掉的，豹女没有办法比赵信更快的赶过来。是，那只能吃个河蟹弥补一下了。这个压线太深导致被反杀，感觉也有一点错误的信号，是因为他们错误预估了这个豹女赶过来的速度。我觉得同时能到，但是前期赵信是有控制的，对吧？豹女还是要依靠这个飞镖的命中度。对，赵信前期的 gank 成率肯定还是要显然更高。对。但两边下路确实交互的很凶啊。来看一下回放。你看这个时间点，豹女是弹着那个爆破果实下来的，然后下来了之后再赶过来的时候，泰克已经没了。主要他进去 A011那下骸骨的时候啊，把自己的身位暴露的太靠前了，对，想走也走不了。
哎，祥林，你怎么看老司机这个英雄？我感觉这个英雄他更多的还是在资源团上面，他可以从边线直接赶过来。我觉得这个支援的特点啊，在目前版本当中，因为之前可能有这种英雄的是圣，对吧？但是现在圣其实登场的概率很低，而对赛恩其实就可以弥补这一点。对吧？我还记得之前看我们直播弹幕，很多人在说圣怎么还不加强？这英雄怎么还不加强？还是大招，大招并没有接到。现在感觉圣就是偶尔会出现在一些打野位上面。而且赛恩确实是更肉一些，他是坦度上面来讲的话，前期虽然会被针对，但是你打到中后期，他的团战效果就比较明显。而且就是抗压端啊，就对这个英雄是可以不用队友管的。对，你来越我，那我变尸体之后，我可以把小兵清了，推不了我的塔。这一把我觉得 FP 也是因为阵容的整体象性是要偏向于打这个中下的，所以说上路就让小麦拿个赛恩自己玩呗，你自己去玩。对，你来约我们，我把兵给清了，对吧？对的。就是虽然他做不到像端游里面那样发育起来了根本打不动，但是他的机制还是在的。是的，非常强的支援正面的能力，然后以及就越塔上来讲的话，他的换人能力也比较强。哎呦，林夕没蓝了。吃果子，哎呦，还有滑步，真给他活下来了。哎，泰克反倒是要死，超凡之用拉一下，但是自己也走不掉。就雷吉11这波能活的呀？我也想说这波能活吗？医学奇迹，屏障吃果子，然后等到3技能 CD 好了之后，拉开女枪大招的范围。对，刚好那个果子加上盾，把自己的血量给抬上来了。这是什么逃跑奇迹？感觉有点运气也不站在 RV 这一侧。这确实我想不到林11当时看到他这个半血没蓝的状态怎么活下来。来，我们再盯着看一下，可惜看不到几滴血。其实省技能了。哎，女枪是不是大招放慢了？对，其实有点省技能了。我觉得女枪其实可以第一时间闪现打，那样的话是绝对能就是稳杀。对，不过只能说林11这波技能捏得比较紧，就是勾引到位了。对，有点可惜，有点可惜。连续的2波进攻失败。是让僵尸捡到了2个头，这赵信美滋滋。对，而林11确实打得非常的谨慎。卢锡安这个英雄经常在中路因为手短的问题上去凶一波，然后被对手留住的。老司机开车过来了，这个角度能不能留住？逼出了灰八的一个闪，反身举了进去，但是正面女枪大招的角度非常的好，卢锡安已经率先被扫死了，只能4散而逃。这波没想到姜汁和林11先被做掉了，因为上一波是林11把闪现交了嘛，所以这波 Barry 的大招就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没错，而且还可以趁势吃一下你中路的防御塔镀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2比2的人头，经济几乎没有拉开差距，那这样就看第一波的团战了。2V 小幅领先，而且青阳影在下路也可以再吃一波镀层。目前的局势是2V 比较喜欢的。对，这里被控满了。林11滑上来之后吃到了女枪的大招，加上卡拉玛的大招。没打什么伤害就死掉了。主要老司机支援过来给到的帮助极其有限，而且因为正面在追击，所以也给了 MF 特别好的放大的机会。对，双资源刷新，两边的打野都没有着急去动，而且看动向好像都是要往先锋去靠的。而且感觉安贝萨这个英雄在中期的战场，这个搅局能力确实太强了。往小龙去，但是豹女已经把先锋快打掉了。那这样子蓝色方可能会有想法。女枪在旁边，大招 CD 是好的，想过来干扰一下。要不要尝试性的放大去抢一下？有惩戒应该能直接惩掉。青钢影来了，南下了，但是正面好像是想去杀一下女枪，捅完了之后也没有办法换，因为队友应该是说卖我吧？对，卖姜汁拿资源，但是中塔要不保。怎么说，兄弟们，这把 RV 盯塔没问题，大招是防住了先锋撞了这一头。对的，兄弟们，刚刚说2比0的，现在有没有想改口的？确实，现在 Soldier 也很危险了。兵线进来，旁边有巴德，能不能救得到？人有点多，有移速还可以。还是走掉了，但是防御塔守不了。这里甚至反杀了一个，要反打。Soldier 闪现还是吃到了大招，巴德做门走了，RN9跟上来要去找姜汁。好吧，都是在钓鱼，给他钓到了。那感觉这一把 RV 前期的优势巨大无比啊。大家还是觉得2比0，但是现在 RV 的优势还挺大的，蓝色方的 RV， 我觉得选择相信手，因为其实 RV 在自己10连胜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局都是看起来 FP 对 FP 在自己10连胜的过程当中很多局其实都是
翻盘翻过来的。对，现在还真不好说。经济优势保持在3000上下。嗯。FP 的第一条火龙是空下来的，当时麦将之拿到这条资源，也是能让自己往后拖。两个人都全都是在打野赵信的身上，而且节奏断了之后，好像中期现在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灰八已经3个人头入账了，不愧是自己的绝活英雄啊！是的。但瑞兹现在带下，可能得让赵信多在下半区待一待呀。然后巴德也得稍微的走一走，找小张，找小张，杀不掉的。伤害不太够，除非小张回头反打。主要是等级差距太多了，2个9级打一个11级，小张还有闪现有大招，没错，真打起来说不定会被操作。好痛！把兵线清掉了之后，吃了一个最后通牒，反身撞了一手，但是防御塔没有办法配合着老司机把这个灰八给换掉，而且中路也打了起来，先接一手。但是有超凡之拥，还有女枪的大招，没杀掉。中塔还剩下900多血，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了，上塔也被突破3麦塔全部都陷入到非常危险的境地。现在中塔也岌岌可危，这波推过来了之后，有机会拿掉，还有300血、100血拿掉，得放了。而且红 buff 也缺，这波想要打交踢了，交踢能留住人吗？IN9直接3星的往后走，啊，但是个老位置，你想去把人给强行留下来的话，还得面对女枪回扫的这个问题。哦，那不过女枪大招交了，刚才主要是这2波打下来之后，经济掉的有点太多了，上塔、中塔野区全没了，5000多，对。一下子又滚到了2000多，那这样子下一条的龙团其实不好接啊，经济差距这么大。还有1分钟。现在2V想的就是不要犯错，然后把这个优势维持到下一条小龙。如果这个龙能拿到的话，那就这把大概率吧。对，因为只要不7成胜率还是有的，只要不给对面有这个龙魂的可能性，这慢慢打下去，豹女就会不断抽奖去摸奖，没错，看能不能把你的状态给打掉。他们这个阵容就是优势的时候很容易滚雪球，是的，拉扯能力很强。经济差从3000，然后一路滚到现在，达到了6000多，对，6000多。而且这把目前为止011的画面一般般，有一波逃生的画面，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不太敢打伤害。8000经济的话，2级鞋加2件套，出第3件还要等一等。反倒是出了收集者的女枪，这个时间点的感觉占据影响力要更大一些。他的大招一旦和卡尔玛的大招联动起来，根本是扛不住的。后果不堪设想，第2条小龙先拿了，直接放了。那拿完这个小龙了之后，应该就是要走一个入侵野区推。大家可以看一下小地图，现在红色方下半区的野区是被点亮的，踩住，标中了，扑到塔下。哦呦，这个伤害爆一下670，还好有石像鬼，好吓人，这伤害。我现在抱你抽2下，只要把你状态打低了，我可以去给大龙压力的。你像这一波飙到僵尸残血，那这样子 RB 大龙好像在拼信号，对，要直接去给你压力了。大龙在拼信号，但是人还没进去，应该是想在上面守株待兔，人没来，那就直接动。下去了之后，豹女再打。小张的位置藏得很好，安贝萨在旁边，他们还在打吗？应该脱开了吧？脱开了。但我觉得可以反复尝试给压力的。先把河蟹控了。对，河蟹一控，现在下路兵线也在被天罡影带着，而主要是2V现在优势比较大，他们不着急。就是如果你动龙真的出现一点大龙回声的局面的话，就可惜了。对。回家补给一波状态，灰八回去之后应该是3件套了。豹女在吓人的路上越走越远。灰八的绝活啊，绝中绝。是豹女3件套，而且有了水银。这蓝 buff， 反倒是红色方在前2楼，就是 FP 优先选择的是瑞兹和卢锡安，这2个英雄目前在这一局里面
根本发挥不出来。确实选的很扎实，而且也是强的英雄。对，但是这一局我感觉就属于在被对面摁住了。对，其实一开始的优势是在 FP 这一侧的，大龙直接来动了，因为看到你赵鑫的位置，动了，打得好快，大招要进一下，听到人很多，超凡中也拉完了。2v 想过来接哎，这团里，练出了之后女枪可以放大的呀。巴德开自己的近身弹，老司机已经第一时间被解决掉了。起来了之后，这个尸体旁边没有队友去配合打输出，也没有什么办法。011被安九单防了，不敢上去点的话就有可能被最后通牒给做了。赶上来点，泰哥有金身呢，不慌。反倒是侧面扑进来的灰八，第一时间打了爆破的一波输出，赵信也只能往后跑。阿伟的血量特别低，交闪现了，有金身防了一波小张的进攻。小张还能操作吗？还在操作，011有机会。哇！全操作掉了3连杀。刚就想说，小张今天的状态火热，感觉这波朗姆是有机会操作的。队友也把大龙拿掉了，这把好像翻盘的希望大概只有1%那么大吧。2v 果然支棱起来了。是的 ，BP 上面在蓝色方的优势凸显的淋漓尽致。然后对于 FP 来说的话，他们更多的去 ban 掉了版本的强势英雄，而没有针对到 RV 这里最招牌的豹女。有 RV 他们的阵容就是像我们在 BP 前所说的，上下限差距很大。但是这一把 RV 是把阵容的上限完全的展现给我们看了，发挥出来了。对，你看这团战中间的这个灰八闪现过来扑一口，再给一标，包括小张也是拉满了。是的。哎，反过来看灰八。被激活，但是换了姜汁和是的，小张举进去，想要1打4，伤害好夸张，被点掉了。Barry 还是满血的状态，青钢影在下路一个人带，只剩双 C， 打了一个3换2，正面还有中下的3个人在选择推进，直接踩进来了，想要去杀011，再来一脚成功收下，而且自己还有半条血，就申瑞兹一个人，那这样2路高地，女枪还在带中，下路已经推掉了10秒钟。一波应该有点困难，想要硬来吗？还有5秒，硬来，安人就守得住吗？硬要操作一下，拖时间，没有拖住，但是队友活了。Soldier， 对，Soldier 这个阵亡了之后直接推加，能不能推掉？硬要推，啊！300血啊！震惊，241血！我刚要想说，RV 这一波想要打一波难度是有的。OMG， 打不下来啊！这个有点勉强了，说实话。但是这波守下来好像也很难翻盘。对，只能说这波守下来也很难翻盘，就是了。是。不过至少保留了一丝希望。是刚刚单杀的回放。Soldier 还在努力，拖了很久的时间啊 ，Soldier。正面对着2路高地被迫，然后水晶241血，防守下来了之后，是否能够吹响反击的号角？打到16分钟的时间点，其实经济差还是比较明显的，能够反馈到战力面板上的。落后9000还是太多了。对他们还得再拖一拖，打赢一波这样的团战，才能把这个差距给缩回来。而且对面的中塔依然屹立不倒。RV 现在其实稳着来的话，就还是基本上可以拿下的。RV 他们的 C 位太多了，在这局游戏当中，就是朗姆、豹女、青钢影和女枪，任何一个人活着都能给对面很大的压力。每个人的发育都很好。是的，下路来了，野区直接过来找你的人，周哲和小麦赶紧往后撤一撤。这个时间点带兵线不能出一点问题。每一波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波。赵信回去补一下装备，感觉这个时间点赵信如果想卖的话，对，刚想说这个复活甲还是必要的，因为他在正面开完了之后一定会吃女枪的后续大招，所以如果有复活甲，他是可以进去一往无前的打一波。面对着背水一战的情况，把兵线拉到中路的方向，安仁9在侧翼要来了，过来想要去开，配合着大招。但是金身开起来的时候，正面011已经失去战斗力了，这伤害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好吧，要被平推了。2技能刮到2个 C 位，Soldier 1丝血，
姜汁往后面过来，尽可能的去拖一下时间，但是基地里面现在好像只剩下一个瑞兹了，已经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对，就虽然说守住是守住了，但是经济的差距，包括整体战力的差距，还是被拉得太大了。怎么说？感觉可以直接恭喜2位了。是的，这一波真的很难继续守了。18分钟的时间拿下这一局，先把瑞兹金身逼出来，再推到基地。我们恭喜2位，从 FP 手中拿下了一小局的获胜。那当然，他们现在还有最后一局，对，可以去尝试打破 FP 的不败金身。我实话实说，就是这个 BP 上面还是有点不够尊重这个灰八的豹女了。就最后一手其实没有搬豹女是蛮意外的。对的，因为你放出去的这些体系英雄也是在中期的时候战斗力极强的，包括阿米萨，包括豹女。你在红色方拿到的卢锡安和瑞兹并没有起到就是第一轮选择拿出来的这2个选项该起到的作用。可能拆一个会稍微好一点。对吧？你让对面拿到了安倍萨加上青钢影的双锁，然后还有个豹女。就是冲击力太强了。对，虽然说整体阵容看起来的配合感并没有那么强，但是他们的每个英雄其实都是选手个人的绝活。对的，对吧？你像小张的安倍萨，在这一把也是给我们在中路展现出了一波1打3啊，然后包括安仁9的青钢影也是在边路上给对面牵扯出了非常多的时间。我们得加一个前缀，曾经引以为傲的青钢影。没问题，对吧？他在 KPG 时期，我觉得最高光的那段时间，青钢影绝对是他手里面应该是算2板斧之一吧，另外一个是永恩，对，经常拿出来会 carry 的。然后灰八的豹女就更不用说了，这个作为他们蓝色方犹豫之后的一个1选，绝对是对于他无论是队内的地位，还是说这个英雄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地位，都是坚不可破的。是的，灰八的豹女真的还是太强了，太强了。主要他本身就是玩野和英雄出身的选手，然后再加上豹女这个英雄，我觉得虽然说可能推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久，但是这个英雄在端游当中。相信很多玩端游的小伙伴，就看到豹女都要冒汗的，带中带，对吧？真的是代练，就是那种带中带玩的。然后这把灰八也确实打出效果来了，对吧？在职业比赛当中，他的豹女绝对是独一档的。其实你知道，我每次聊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可以看到弹幕的，是很希望跟大家互通去聊一聊的。就比如说这个，他说我们2个一点主见都没有，总是事后诸葛亮。那 BP 的时候我们说话，你也可以听一下的。其实我们在。就是选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聊到了这个，就其实 BP 左边的上限会非常的高，特别是这2局，我觉得两边的思路都是比较，第一把是 FP 他们的思路很统一，然后第2把 RV 在已经落后1小局的情况下，他们也是拿到了自己最高上限的阵容。是的，虽然说下限可能会很低，但是这把打了出来。来吧，看一下赛后的数据面板。这把灰八一个人砍下了29000的伤害。而且确实就是这种强队之间的对碰，你很早就能看得出来，好像没了，好像已经拿下了，对吧？而且姜汁前期吃到2个头之后，这把的赵信在就是中间半段有点没声音了。这豹女也是狂打输出 ，MVP 最后给到的是小张。第一波在红色方上半区的团战，他的直接指进去。终结掉了卢锡安，然后从那一波开始，节奏就压倒性的在获胜，包括在对面2塔的塔下完成了一波惊天的1打3。对的，56%的参团率，因为也一直在边带嘛。这把这个也是前面有聊到的，就是你青钢影加上安倍萨这2个点的单带，如果说这一把他们的中期节奏好肥起来的话，红四方不太好管，因为自己家带线的是谁？是一个瑞兹。加上一个老司机，是的。就赛恩这个英雄，他不希望在边线上一直跟你带，他希望的是我带到一半，我突然用大招去支援，这种画面是他希望看到的。小张的这一波啊，太夸张了。对于平 A 距离的把握，3技能接一发平 A， 远程收掉赵信。最后一波就摧枯拉朽了。这已经打完这波就结束了。我们今天赛前还在开玩笑聊小张最近的状态啊，特别是昨天的状态，可能说犯下了一些失误。昨天那个闪现，对，连续2波闪现2波，真的把人都看晕了。但是今天，对，没问题，证明自己。而且今天是第1局，你就看了1波，你就觉得今天这个状态有感觉，有感觉。然后第2把通过安倍萨也证明了，
马上来到第3局，我觉得在换边之后啊 ，RV 他们需要想想是这种上线阵容，可能 FP 不会再给你拿到了。而且主要是现在的 OP 英雄开出来的，该拿的也都拿差不多。是的，所以第3局的时候，尤其是你要选边，轮到 FP 选边的话，他大概率会来蓝色方。那其实对于 RV 来说的话，他们要想一想怎么样去拼凑一套同样在中期冲击力比较强的阵容，然后发挥他们选手的个人特色。对，而且来到第3局，你在红色方又要去承担一下亚索的班位了。这样子的话，强势的英雄会放出来非常多，就包括现在可能一直在红色方会ban掉的，像是卫包括时光这2个点，对，可能也要有些考量了。红色方固定班的话，至少要安排出来2个了。现在就是看蓝色方拿完了之后，就 FP 这里你肯定先抢一个开出来足够 OP 的英雄。对，你能不能在红色方的2手拿出来那种比较契合队伍，就是能够拿出来的比较厉害的那种单线的点？对，然后以及。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下那些比较妖的组合？我感觉他们可以考虑一下下路打线，因为上一局 Barry 的线挪到中路了之后，其实是一直小压卢锡安的，对吧？是的，就是你说的是强打线的组合，出一些软辅，比如说杰拉，杰拉其实昨天出了一场效果并不好，但是我感觉这个英雄，如果你把握住他的精髓的话，然后再配一个那种强打线的，像类似于偏功能性的劲，或者说是艾希这种英雄，是有机会在中期的时候给对面造成压力，而且还会逼着对面可能我需要去早一点把水银给做了，对吧？或者还有一种角度，我觉得就是让小张去出到奥拉夫这样的英雄，然后配合 AD 位去出希威尔，哎，可以去打一种冲阵的 combo， 对吧？就是我觉得 RV 想要赢下 FP， 他们需要在阵容的选择上面偏向于某一个方向。那我觉得冲阵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解法。然后对于 FP 来说的话，就是要想把中期的节奏把握住的话，不能给对面这种特别冲的阵容的同时，然后自己的阵容又比较格式，然后那样的话就会出现上一局那种局面，中期输了一波开始雪球被滚了。而且今天小张状态很好。对，他们如果说沟通完了之后，很有可能就是说你们后面这一场要稍微针对一下，就我们可以类比一下打 TT 的时候，很多的队伍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去针对维新，是就先把你维新这个点，把他手感给按没了。对他足够强的话，那我们今天手感又足够好，那我们就多照顾照顾他。是的，我觉得这也是这种思路吧，就是除了在英雄层面上面，在局内的战术布置上面可以针对一下对面手感火热的小张，因为小张其实打法也相对而言比较激进，他可能在前2局优势打出来的情况下，第3局也会保持这种充满进攻性的打法，那么是会给到一些机会的，有可能。对的，哎，有点好看。今天罕见的有2局拉满，因为我们最近其实一边倒的局真的蛮多的，尤其是那种就是你从开局到结束没有一点波澜的局，特别多。对。然后今天我们看到了，就是首先第1场就拉满了，然后第2场其实打的也挺有起伏的，然后刚刚的这一场 BO3。第2局里面又是一个很经典的以弱胜强，还是现在状态非常无敌的 FP。对，所以就感觉2V 这一场支棱起来了之后，也让我们第3局充满了悬念，是否能够中断对于 FP 来说的话，已经拿到10连胜的无敌状态。是的，还是说就是中间对于 FP 来讲只是一个小插曲，最终还是能够拿下2V，就只是在自己的连胜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分的丢失，对吧？但我还是比较喜欢 RV 今天的一个表现的，主要是今天感觉每个人。小张、灰八、IN9，包括在第2局的一个表现也很亮眼。我觉得他们可能能够去终结 FP 的10连胜，包括说他们阻止他们获得11连胜。对的，都挺有悬念的吧？啊，今天的状态看起来好的话，打的比赛就会比较好看。还是想复仇一下的，对吧？你之前刚这个0-2输给 FP， 对 RV 肯定是想复仇，而且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节奏的阵容，然后在第2局里面被上演了一个教学。是。所以今天是不是对于 RV 来讲的复仇机会？然后同时对于 FP 能不能够把自己的11连胜拿下，就看这一局了。期待一下，主要是换边。对，换边之后，蓝色方DP 的压力会很大。对于 RV 来讲。困了吗？怎么回事，小张？什么情况啊？这现在真不能困哈！打了2把，怎么第3把感觉上来先给你打个哈气，无精打采，这也是烟雾弹吗？只能说不太行，不太行。只能说2B很会放烟雾弹啊。对。我看有人说这次肯定2-1了，绝对不会错。行，这个预测合理。但是谁是2谁是1不好说呀。我反正先猜个2-1，绝对不会错了。啊，可以。
我觉得还是要先通过阵容来判断，因为这两局看下来，就 RV 选到了这种上线阵容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打出来，并且战胜强敌的。没错。哎呀，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来看 BP 了。来吧，阿卡丽、时光，然后包括亚索这个点，对于 RV 而言，也是必须得考虑的。二位肯定是要把亚索摁掉的。对，但是你说有没有就硬放，然后让你蓝三方一选，对，那样还有个针对手段了。然后我这边搞一个什么，我把酒桶抢了，然后抢完酒桶了之后再去尊重吧，尊重吧。啊，还是尊重了，那没事儿。主要吸取一下上局的教训，对面刚给自己挥八放过豹女，对吧？没必要去放一下对面 Soldier 的这个亚索。合理。剑魔阿卡丽，位还在哦，你知道，我想的主要是因为家人们想看，谁不也没问题。想看亚索。主要很久没有看到 Soldier 操到亚索了。对，但是很可惜，你只能在班位上看到。他以前还有一板斧是自己的永永恩对两兄弟嘛。对，但是永恩在目前的环境当中，可能登场率没有那么强了。但是亚索其实包括在排位当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你在点血皇，想看一下，想看一下。但是确实是英雄现在比赛有点弱，啊，看有没有一点点机会去拿吧。可能在 BO5的时候能看到吧，啊，那也合理。对吧？BO5的时候能看到。那兄弟们还得等一等。EZ 加上兰博，剑魔也上班位了，尊重。努努是个好选择。这把的 BP F1是很针对小张的，我在想小张这里掏个啥出来呢？奥拉夫肯定不能先掏，奥拉夫一定要等到后面几楼，等对面的阵容锁定的差不多了再掏，先掏位没问题吧？位先拿。但是对面的努努还是有个摇摆属性在的。位感觉还是优于岩雀的，在稳定性上。哦，要先位加奥拉夫可以。但这手，我觉得也可能考虑到第3局了，如果不抓奥拉夫的话，有可能被对面拿掉或者搬掉。因为已经搬掉了兰博和剑魔。对，他如果再不拿奥拉夫的话，对面拿个奥拉夫，这里确实很难拿到优势英雄。对，就出的有点早了。小火龙。这个小火龙顶着奥拉夫加上位去出小火龙，不太好拿，主要是这个英雄真的有点怕奥拉夫。我感觉要锁。哎呦，要拼了，这确实要拼一下了，因为今天或者说这2天看到的小火龙都是属于发育起来，但是还是输了比赛的对局。对，而且小火龙碰到奥拉夫，我们前面是过的，真的就是奥拉夫可以失误2波，但是在最关键的一波里面，他只要闪现贴到你的脸上，你就是没办法活的。是的，沃利贝尔、德莱文锁了，好果断啊，拜瑞哥。依旧是把打线发挥到极致。这把 RV 阵容特点也已经锁下来了，对吧？在你锁完小火龙之后，我觉得后面的整体思路就是怎么样去解决掉011的火龙。没错，而且这个是我们在前面有猜他要拿强打线的英雄，不过我们猜的方向有点问题，我们猜的是什么？就是禁之类的那种技能型的打线英雄。然后他这个是德子出手了，搬牛头。而且我觉得，既然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努努就没有办法咬到辅助位去了，因为你努努加上火龙根本是打不了德莱文的线的，而且努努也会被锁在线上。莫甘娜辅助怎么样？莫甘娜去挡位的锁头，对。然后这样的话，小火龙一定是相对安全的，而且莫甘娜有一个优势是他的，就他作为软辅探视野能力是 OK 的，因为他手够长。班布隆。莫甘娜，但是我感觉莫甘娜不太好防奥拉夫，就是你莫甘娜能防位，但是防不了奥拉夫，你只能防一个，确实难选啊。这个辅助，如果你想真的把火龙保住，还是挺难的。我觉得这把 FP 思路就不是玩那种4保1火龙，可能对，就是因为我们前面也看到过4保1火龙的下场，其实到后面对面所有人来 all in 你火龙，你是很难保下来的。但是如果你火龙只是一个可能说锦上添花后期的保牌，然后把别的线补的强势一点，可能还行。米利欧拿的速度也很快 ，RV 这个 BP 应该是前面就已经锁定了，对，基本想好了。炸弹人，那这样小火龙和炸弹人，你觉得位置上会有摇摆吗？011的炸弹人，Soldier 的小火龙。我记得赛前采访的时候，Soldier 是说我的炸弹人很强。
那也没问题。但是正常来说，这英雄是打 AD 位的。主要是你炸弹人换边线怎么换呀？对呀，我现在看下来就是火龙和炸弹人，他们两个都是要踩中，这两个人一起吃中是吧？那肯定9桶。哦不，我以为这个蝎子已经锁定了，看错了。蝎子还是不太好选，他们得拿一个这种跳后排的。卡萨丁也很久没见了，这把卡萨丁奥拉夫卫3手切后排的英雄。卡萨丁反而是之前 Soldier 是玩过一局的，那这一局 RV 阵容锁定之后，其实后期有卡萨丁，然后前中期有奥拉夫加上卫的组合，包括有德莱文。对，而对面的双 C， 我个人看下来是他们的输出是偏向于这种打到中后盘，然后远距离 poke 的，但是他们的换线该怎么去考量呢？小火龙炸弹人他们这把不能拖后期，因为拖后期的话是没有英雄站边线的，他们唯一一个站边线的英雄也很弱。看阵容，我感觉 RV 优势很大呀。我也感觉2位优势很大，真的很大。对，兄弟们，现在阵容已经选定就位了，来吧，五奖竞猜啊，五奖竞猜。我想竞猜一下。对，你们觉得这个2比1，这个2是哪边拿到 FP 还是RV？看选择下来的话，我觉得炸弹人加火龙的双 C， 可能也有点极端了。很极端啊。对，就是我们基本上见不到这种双 C 的组合，能见到一个。因为目前比赛版本可能更多的是你要去踩双边线，双边线都要是战士。而这一把你中路火龙下路，你到时候去换个炸弹人下去，你就怎么换都很难受，是啊，对吧？你中摆炸弹人下摆火龙和中摆火龙下摆炸弹人，其实效果是一样的。炸弹人是血皇的绝活，这个确实我们在赛前采访的时候，因为有聊到这个英雄嘛，有了一个背书。但问题是这两个英雄同时出现，没人站边啊。当然还是看一下吧，毕竟 FP 现在，我觉得他们的一个连胜姿态啊，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这种保障，去试一下很多的组合。对，而且我觉得这一局对于 FP 而言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训练对局，因为面对的是 RV。RV 今天也破釜沉舟了。对，这一把选择的阵容，其实从他们3选和4选的速度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已经非常早就确定了，我就用这套来打你，然后我大概率知道你要打什么样的体系，是准备过的，有备而来。对，奥拉夫很早的拿下来，加上小张今天的状态火热。我看有人说那个如果把德莱文换成希维尔会更看好RV。那这个就是有点歧视德莱文，就是我开局聊的那个希维尔加上奥拉夫的组合嘛，是冲起来更加快一点，就给奥拉夫一个涡轮增压嘛。对，但是打起来的话，打线能力一定是德莱文更强的。希维尔打线有点太软了，比赛里面这个英雄的功能性，其实我们一开始预测的是觉得他很适合赛场，但是后来发现上了几场之后，大家变得只有 BO5的后期才会掏出来，因为觉得这个英雄打线太弱了。吉格斯加上小火龙，两个能 poke 的长手 C 位，有点好看啊。这是三前排3城墙，然后后排2个就是有射手能力的这种丢怪。是的，我觉得这一局其实小麦的狗熊是有一定发挥空间的，因为看下来好像 RV 不管是德莱文还是卡萨丁打狗熊的速度其实并不快。对吧？他如果真的能够跳进去限制到德莱文，然后卡萨丁前期又发育不起来，我觉得这会是一个 FP 想要看到的团战画面。对的，就是前排直接把你的那几个要冲进来的人隔住。对，然后你冲进来之后，我炸弹人家小火龙给你拉扯一下，狗熊一个人扛在前面去拖住你的德莱文。没错，这个画面看会不会有吧？进入到对局当中，蓝色方的 FP， 红色方的RV，现在两边1比1的平手。比分上来讲的话 ，FP 目前是已经拿到了一个10-0的，就是完美开局。所以说这一场能不能够啃下 RV， 亮出了自己的绝活，中单吉格斯加上 AD 的小火龙。是的，走一个比较极端的路线。你想来去跟努硬反野，那灰八其实是吃不了赚的，对吧？努毕竟他是相当于开局2个惩戒嘛。努控野能力还是一流的呀。对，好痛！一斧抡上去，打了很多的血量。哎，小张，血越多越强，有屏障，开盾上去打，啊，盾要消失了。那这里贴完膜了之后，好像不太好应出面硬刚，回去吃个药吧。对，感觉得吃个果。多打了对面一个闪到底，但是闪现没跟上。多打一个闪，等下一波再说吧。就赚了一个丈人技能，这波可以理解为。对。
这把也会血腥味儿比较足，因为下路要打对线，上路要打对线，只有中路相对和谐一些。上路这个组合对线是要出单杀的，对的，容易打出线上击杀。又来了吗？这也是威巴很生气。主要这是努努目前版本最大的优点，就是在于他的入侵野区能力是不讲道理的。哎，吉格斯，这一波有说法吗？狗熊落雷落下来，后盾其实很厚的。但是挂了一个虚弱给安然九，灰巴先倒了。那这样子小张可能也走不了。坏了，出大事。这一波狗熊的战力太强了呀！虽然他没有闪现，但是他一个落雷砸2个，加上自己给了一口盾。狗熊和吉格斯一人拿了1个头。你们感觉RV这把打得有点急，就是他们太想要建立前期的优势了，然后导致魏去跟努努抢野，然后抢完了之后自己的野区又被入侵了一波，而且下路现在压力很大，因为自己打野已经死了，所以说 RV 可以肆无忌惮的压制。卡拉丁刚刚这个英雄在没有5级的时候支援过来，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对。那现在开局对于 FP 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梦幻的形态。来看一下刚刚那波，抢完之后我觉得只能认栽。只能吃这个亏。但是他觉得奥拉夫这个时间还是猛的，然后想要过来守一下河蟹，其实这个行为可以理解。但我还是觉得狗熊这波太猛了。你看落雷砸下来之后，自己给了一口盾，然后再去 A， 毕竟还是数值怪。安然就是走过来闪现走。卡萨丁是帮不了人的。刚刚也是讲到努努这个英雄啊，现在蓝色方努努的好处就是在于他不仅能够摇摆，然后他选出来之后，他就是可以一个人自成野区的体系。这种入侵是不讲道理的。而且有人说欺负人，但是也要想一下，灰巴第一个选择入侵的呀。第一个选择入侵的。上路已经打出压制效果了，而且姜汁也在塔下去走，但是姜汁这波也过来了，想要先去把兵线清掉，不过没有办法做塔下的一个人都互换。打野姗姗来迟，自己一个5级面对对面2个6级，而且是满状态。张哥已经有点炸了，难道刚才的那个哈欠是状态？就是小张状态，原来是看这个哈夫哈奇吗？来吧，炸一下！Barry 被炸到墙上了，血量很低，还要硬着去 A 一下，打出德莱文的一个就是果断的这种气势，得往前拼啊！卡拉丁要等发育，奥拉夫前期不肥 ，Barry 的德莱文在下路也没有打出来压线。那现在灰巴野区劣势的情况之下，他们要想一想了，是不是要暂避锋芒？反正 FP 现在在前期这个局面对他们来讲优势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回到那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带线，所以如果节奏被 RV 稳住的话，他们还是有的玩的。看能不能稳得住。然后我现在视角其实都会放在上路。我觉得小张现在已经对不了线了，小张耗尽了，就是已经对不了这个线了。小麦往兵线这边一站，兵都 A 不上。就是前2局真的打得特别好，但这一局开局有点泄力了。就原来小张的状态只能持续两局，对吧？2局神勇，对吧？第3局上来的话，压力很大。那现在其实最难的就是安人9，因为卡拉丁这个英雄一定是等队友。对，他前期。像刚刚那种野区的帮忙，只会拖累自己的发育节奏。你偷的，就是你抢完的，我一定要偷回来。灰巴现在尽可能的去补一下野区的发育，小张在上路有点局部围歼啊，太难了。就小麦他只需要屯线进塔，大招把塔一做，小张这个血量他就得交技能。而且队友也在靠哦。说这安人9也在靠。但是姜汁也在靠。蓝色方人更多，马上到了这个带雪球的人，也不一定会硬来，对吧？等下一波兵线，他没有硬来，他在绕后。魏也来了，那得撤了。这波正面如果是3打3的话，就有点强势，还要过来抢，可以尝试看能不能把塔给再磨一点血量吧，也不磨了，已经是889的血量了。还要炸一下，很过分。20秒的资源团 FP， 如果把这个资源团拿下的话，中期节奏应该会立住。但是这也是为数不多 RV 在前期有机会去把局势翻回来的点。会烫死吗？还是自己被塔给砸死了？安人9这个说的会烫死吗？应该说的是搜。对，我说的是搜会被烫死吗？结果安人9自己被塔砸死了。哎呦，那这样子 RV 想要动龙，带球来了，带球来了。谁会接球？天生震落，但是把人逼走了之后，这个龙应该不太好争。蓝方已击败亚龙。蓝方已击败亚龙。
前期的4个人头1个龙，回身采取动一下先锋，上路的对线优势，让目前的 FP 看起来有点不可战胜。这个画面完全不对了。绝对零度来帮忙打一下龙，打一下先锋，拿下了。交大招，交大招也只能勉强逃走。但是上路的塔怎么办？好像要被小火龙开心享用了。其实玩不太了，特别是对于奥拉夫这个点位而言，因为其实奥拉夫选出来，下路也在打吗？没有在打，只是单纯的下路像叠起来。对，下路有2兄弟可以扛得住。其实也打出了一些对线的压制，但是这个塔没拿掉，反倒是上路失手的太厉害了。而且刚刚第一波没有打起来，那这个其实是对于 FP 来说他们更想看到。3技能的距离不太够，而且是被雷区减速了这一下，被地雷阵减速了，然后刚好防御塔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尾。一滴血成功拿下，而且米欧反身也劝退了想要过来留人的姜汁。火龙这把的发育其实已经很难限制了，打到现在线上也没被击杀。奥拉夫想绕后，看这波小张的位置没有能够完全绕后。但是小麦现在太能扛了，他一个人杀过来，对面而且这波正面蓝四方是5个人，米利欧在家，德莱文在来的路上，中塔直接被炸弹炸掉。中塔毫不费力推掉了。现在上中失手的情况之下，局势对于2位来讲根本稳不住啊。虽然经济上面2000多的差距，但问题是节奏上面没有一点在自己手里。小张要过来强行把兵线清掉，也是有队友在身后的。这波小麦给个点燃，努努也在哦，坚持一伏，而且有神分加小反甲，其实不是很怕对面德莱文。位也在靠，但这个时间点他们还是不能漏破绽，还得给卡萨丁稍微发育一下。中期本身的带线优势现在好像也有点很难找啊，因为奥拉夫逆风太大了。是的，其实正常来说不应该有这么大的逆风，但是因为前期灰八的那一波野区的，就是太想要守河蟹了，导致在弱势的节点，对面中单炸的人会比卡萨丁更有用，狗熊也会比奥拉夫更强。对，打了一波架，小张又被越了一波，这把游戏小张基本上断开连接了。我感觉现在是等卡萨丁3件套，然后把这个什么大天使啊、时光杖啊都叠好，再去打自己的就是能尽力的最强一波吧。第2条小龙其实可以放一下。那对于2V 来讲的话，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因为 FP 现在优势太大了。FP 有个小火龙啊，跟你往后拖，我小火龙也是倚仗。先锋推2塔，先锋装2塔配合炸弹人，要直接炸掉了可能。那没有，都这奥拉夫从后边赶过来了，交了一个虚弱，但是为天马红空雷轰直接冲进去，打的是011，好像没什么伤害。队友跟不上啊，安然9现在的装备是不够好的，刚刚那波就算你锁到了对面的 C 位，对的，安然9也不敢上。的手是不够长的，然后来找灰八，灰八的位置有点危险，靠着贴边走，但是红没了，走是能走掉的，但是野区什么都没了。是的，姜汁的努努这把玩的贼开心。我觉得反而是灰八自己去找努努进行野区对抗的。你看他第一波一个人走到对面野区，然后那个大鸟被吃了。我不太理解他第一波为什么去抢努努的。对，因为我们当时还在分析局面，其实没有太注意场上。对。然后我就看到灰八一个人走进去，灰溜溜走了。他应该是想先去打压一下你，但是很难抢到努努的也是真的。是，对面就是比你多个城嘛。然后后面自己的野区又被努努入侵了之后，这个位就变得很被动。叫个大招扑一下，现在也是看到比赛里面的小龙基本上是有大就放的，能做消耗就做消耗，第2条小龙直接放掉没问题。你能想象小火龙甚至对位领先了德莱文吗？对吧？这个是蛮夸张的。AOE 的经济吃的比较多，队友给到了源源不断的补给。蓝方已击败亚龙。他们其实整体防御塔上的经济获取的就已经很多了，而且是带镀层的防御塔在前面。Soldier 他的炸弹人已经3件套在手了。纳什男爵登场，确实也像赛前说的，这炸弹人是自己的绝活，包绝活了。你看他刚刚那波塔下的2技能其实放得很好，把位弹走的同时，那个雷区也是放在了卡萨丁撤退的路线上面。对的，能走掉吧？没主动出来了，
4打3有机会吗？炸得很好，这波想要去秒一下酒桶炸得非常不错，那张安然9。RV 这个时间点的伤害还是不太够的，他们这蹲人蹲来的太多了，还不如直接走。 3闪顶到安然9身上，安然9就算交出大招也走不了。想法是好的，想蹲一下人，但是蹲来的是一群人。那大龙可能要直接没了。这一波 FP 要把大龙拿掉的话，RV 基本上就很难翻盘了。而且他们有2条小猪，现在大龙再拿掉6-0的人头，3-1的防御塔比率，目前不存在那种边线上面会给到压力的问题了，已经。是的，主要这大龙来的时间太快了，导致后面的防御塔和第2条小龙，就小龙也玩不了，也守不了。对的，把你也可能防守不住。2个闪跟上，贼凶。对，3闪直接硬杀你。我们开局所设想的那个团战画面已经不存在了。RV 主要是前面打的有点太急了，对，然后急了一波，出了问题被 FP 把节奏摁住。就与其说是 FP 这局打得多好，我感觉更像是 RV 自己的失误给的有点多。确实，对吧？特别是野区2波灰八带领的节奏，让小张和灰八这局可能都没什么声音，去找小麦。终于拿到了1血了，但是上路的高地被4个人齐推，已经守不了了。对啊。哎呦，伤害好高，而且中路的兵线也来了。这刀龙 buff 虽然他们的阵容很难去3路带线，但是2路带能破2路高地，这才13分钟啊。对，有了上中兵线的优势，等龙团就好了，对吧？下一条是龙魂，火龙。奥拉夫还在尽力的把下路的线往前带，但是下一条小龙可能就要分出来胜负了。然后同时跟大家同步一下，小龙现在是130层。对，这把的层数也是跟着时间走的，对吧？标准的发育并没有被德莱文所压制。主要这把本来应该扛起前中期大旗的小张还有灰八是站不出来了，第一波被灭火了。对，这个装备实话实说，小张是有一点点就是被去支援灰八，然后被拖掉的。对，被拖住了。因为小张其实本来是对线上打了一个闪现的优势，对吧？本来优势一个召唤师技能，但是那一波人头交出去了之后，开始慢慢的打不了。但这波小麦其实来的会稍微慢一点。江在蹲，但是这里江大团这视野看到了，灰八在绕后，不过只有半蓝。怎么说？找到了搜者，搜者死了。先输了一个，阿伟的血量也很低，被德莱文一斧子跟出去了。死亡闪现交完了之后，正面还在打。小张在拖住011这里没有能够把小张给收下，反倒是自己亮出来金身了之后被收了。斩杀的层数不够，这一波灰八是立功了，他是闪现找到了搜者的位置。对的。但还是那个问题，打完这波之后，优势依然在 FP 手头。依然在 FP， 就是 FP 它还是有前期积累的大优势的。不过这种团如果再出现一波的话，RV 就翻了。再出现一波，然后把龙给拿下。对，带中立资源的那种就有机会了。来，再看一下，这波是绕了一个很远的位置。2人9过来的时候，其实蓝量也并不多。然后灰八很果断，上来的时候直接去开。灰八配合安然9。011这个位置也没办法，他被小张粘住了之后开了个时间鬼，还换不掉人。现在看这小龙怎么说？这是龙魂，这是龙魂。小龙刷新的时间，蓝色方已经全员复活，在正面，还是同样的位置的话，那后排的2兄弟一定要保住好自己的位置。但正面选择了直接去开一手打野，努努亮起自己的金身。小麦扛住第一波的伤害，德莱文把炼狱亚龙拿到。那现在对于 FP 来讲的话，是没有龙魂可以去提高自己的整体战力。对，而且经济打回来了很多。有王冕在的话，炸弹人倒不会担心自己第一时间被开死。哇，还有转机啊！经济已经快拉平了。因为2座高地推得早，带来的影响是自己的兵线那会少吃一些，对吧？对面会吃到更多的兵。自己的兵线被稀释掉了之后，反倒是凭借着这个推掉的2个塔把经济给咬回来。现在 FP 等一等下一波节奏吧，下一波的节奏是小火龙叠满层数的时候，对吧？叠出斩杀。怎么说？觉得右边要翻盘的可以扣个1。我看有多少人觉得要翻了。原来我们2个和战队都在拉扯我们的观众。对，都在拉扯，啊！开局选完阵容觉得 RV 稳了，打到一半觉得 FP 稳了，现在又不好说了。
扣2的人还是比较多一点。我感觉他们还是觉得 FP 前期建立的优势比较大，是吧？支持 FP 的会比较多一些。卡萨丁再是一座防御塔的经济，小火龙回家补出自己的关键装备，应该快点满了。其实16经济现在已经拉平了，但是确实小火龙也发育起来了。不过还是那个点，就是你如果打团的时候被魏、奥拉夫、卡萨丁这几个人盯到一个自己的后排，基本上是活不了的。问题点就在这儿，而且想要去保下来也很难。因为没有布隆这样的英雄，9筒的大招如果要作为反手的话，那他们的看团能力就会一般。这把安然9感觉是赛点，有没有？就是我觉得10个人里面，安然9其实那个赛点是关键。对，关键现身。他如果位置特别好的话，给对面的后排造成威胁，这个团战就是2V 比较容易赢的那种。对，因为现在小张加灰巴2个人去切是有难度，但是再加上个安然9就不一样了。安然9已经发育到现在了，他有金身4件套、4件半的一个卡丁。对，现在谁都不敢去动大龙啊。而且有米溜在的话，德莱文手短的问题也还能解决。再加上上一波德莱文拿到人头了之后，其实他现在的经济是已经拿回来很多了。毕竟他没死过，他没死过，他的层数叠得很高。对，视野很重要。安然9现在藏得很深，他如果继续往下面的草丛去绕的话，FP 是不知道的。但是奥拉夫这个时间还在下还没有被发现。而且他看到有人来的话，他可以往后走。那一片位置是相对较空的，大龙在动，灰巴就在旁边，看到了，全在视野当中，在藏安搜这儿的位置要出来锁了，要找搜这儿，开起来了。阿伟的血量很低，但是第一时间开启金针都是卡萨丁的位置。小火龙脱开，第一时间脱开了。小张在绕后拼进来了之后，直接打出了搜这的一个闪现，逃回到防御塔下，但是自己稍微有点危险，也交闪回到队友的旁边。这波埋伏了很久，临时一反应够快，但是中塔还在，所以对逃回去了都。我这一波临时一反应是够快的，否则真的差点被安然9秒了。不过双 C 都没闪，是个讯号。对面交闪交的也比较多，小麦过来找安然9麻烦是不是有点想多了呀？这个被超级远距离被带进去了。这波开起来金针了之后，想要等一下队友，不过队友能不能够帮得了，有点难度啊。这被带的有点太远了。科学地狱火炮也是把德子的闪现给逼出来了，6秒的远古龙啊，那这打野复活时间40秒，等将之出来 ，FP 要动远古资源了，他们要动大龙的话，小张在旁边可以先看一手，但是自己不能被poke得太厉害，直接叫出生的皇冠往后拉，很痛，已经快被打掉了。对，因为小火龙层数已经叠满了。Barry 还在叠斧，叠完了之后2斧3斧，哇，差一点把索尔给秒掉了，这什么伤害？安然9就在旁边，有没有进场的角度？沃利贝尔已经献祭掉了自己，但是不太好继续跟了。我天，刚刚德莱文的2斧看的3下，差点把搜者直接 A 死。他的肾上腺素都要拉起来了。是的，Barry， 小火龙现在是202，200多层的层数，远古龙，其实双 C 只要活一个 ，RV 都得当心一点。对的，召唤师技能方面的话。Soldier 和011的闪现都还没有转好，所以下一步依然很危险。3斧砍出去也交了一个治疗，阿伟险象环生了，但是安然9过来的位置第一时间是没有被看到的，他应该是藏在石头的那个位置。是的，而且小张也在侧翼，安然9进来了，想要去找一下阿伟的麻烦，第一时间开启自己的金身，但是金身起来了之后还是要死，再逃到 buff 处把人逼走了之后，这远古龙疑似是囊中之物，难道说要翻了？RV 这个远古龙刚刚好拿的时间跟对面拿大龙隔的时间串了一些，对，而且主要是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远古资源上面 ，Barry 这2波都没有人管。对的，他在团前 A 那2下直接给对面的关键点直接打没血了，他才是那个 poke 点。对，就他和米利欧，然后就平 A， 精彩呀，精彩！小火龙直接交大招 poke 一下，打到了 Barry 一点儿，安然9在下。小张带上，把兵线往前运一下。不过他们没有大龙 buff， 只有远古龙。我觉得可能要等到下一波了，因为远古龙的情况下，你想要推有大龙 buff 的这个 FP， 想推高地是难的。对，炸弹人家小火龙手线能力非常强。对，而且 FP 这个阵容手线能力强，他可以不跟你打架。又要看一波了，又要看一波，又要再看一波，好看好看。今天比赛确实精彩程度拉满，看到就是赚到。这2支队伍很难看到打到21分钟的对局啊。对，因为我一般看 RV 或者 FP， 他们打别的队伍都是速推的。这一把僵持到21分钟。不过这个时期应该不会发生什么很严重的事儿，我们可以聊一个问题。怎么说？我感觉2V 如果前期他
就不出事的以前话，打的话，这局应该很好赢啊。对，就是他们前期如果不出事，应该这个画面会提前10分钟我们看到。对啊，对吧？但是现在还是打回来了，现在经济反而是有领先。但是小火龙叠到现在的话，再加上下一波他们是有双招的，如果凭借着有双招的这一波强势期拿下的话，是有可能一波掉。现在就是看一下正面往前推有没有可能打进来，直接狂攻过来2刀，大招，再配合着大招，直接把小火龙的金身也给打出来，金身和光盾全打出来了。金身如果不开的话，可能都被斩了。远古龙的持续时间还在的。Barry 在夹缝之中找到了一波机会，逼掉了关键的金身，让大家看一下德莱文这个英雄打到后期也是可以打出这种出其不意的效果哈。已经拖到22分钟了，该6神的朋友也6神了，而且这把第3条小龙德子拿到了之后也没有留下伏笔，但现在有2个人要消失了。现在努努和狗熊这2个点位其实没啥用了。德子、卡萨丁已经全部6神，对，就这2个非常关键的点。然后另外一边的话，炸弹人和就是已经叠得非常高层数的小火龙也是一样，都是满装。但是小火龙把金身刚用掉了之后，现在直接换成了狂风。那这样下一波去切他的话，有复活甲可以守甲，对，有复活甲还好，有可能会被守甲。卡萨丁又在用，卡萨丁，但是努努我们能够先看到的，目前好像是没有被发现吧？好像看到了，努努的技能已经往卡在那边去甩了。确实。临时一想做 poke， 那战场往正面握一下，站2下，其实伤害给的很高，但是临时别一刀，但是他不能被德莱文贴到。对，下了半血，我也在绕，卡斯蒂都在绕，狂风往身后去拉，那正面没有开起来的话，找一下卡丁的位置，绕了一个大后，喂也在身后，打正面直接去开了一下炸弹人，再回身强能冲拳去打小火龙，临时一的状态非常的差，已经被打出了复活甲，炸弹人还在旁边，不过最关键的小火龙已经在被一个守尸的状态，小麦被2个人集火掉了。但是人员的交互上面，下路双人组换掉了对面的上单，然后镜头一挪回来去打大龙 ，FP 的状态明显会更好一些。对的，卡丁回家补完状态出来了，尾巴要走过来的方向好像没有被发现。努努想要去抢努努的大龙还是太难了。对的，被弹了一下，正面想留阿伟吗？下来了。差了一丝血。回8喝了一口酒，要去锁，想要去开，奥拉夫直接就要闪现过来去身后留人，但是这个小火龙的伤害非常的高，这里他可能要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要被处决掉了，直接被斩。这波小张冲的有点凶了，两边我说实话打到这个点都有点乱了，对，打的都是有点乱了。20秒之后又来远古龙，现在还是胜负犹未可知。刚刚那波团战是安然9和灰8想要从2边一起包，但是 FP 的反应做得非常好，他们是不管后面了，我直接去打你正面，打了5打3。该说不说，就 Barry 哥前面打的都挺好的，但是那一波给机会了之后，好像，对点，对点了之后，金身又放了，对，中亚又没了。临时一直播，有点安然9怎么错位了？但是没关系，收掉了。那小火龙一倒，现在好像是要。没输出，败如山倒了，只剩下搜着一个人，伤害应该是不够的。把灰8解决掉吗？灰8炸死的话，远古龙对面也不敢动，又要再拖50秒，又要再拖50秒了。瑞的位置，看一下上来点2斧，高地的防御塔已经开始自燃了，还在绕。安然9要趁着小火龙阵亡的这个时间点，应该是不能让炸弹人有输出的点位。但是 Barry 怎么办？你可以看到这几波 Barry 的输出位置完全没有人管得了。是的，因为小火龙和炸弹人是不可能直接去 A 到 Barry 的。这2大后期在相互比拼了，对，是小火龙后期更强，还是说卡瑟丁后期更强？但上过狗熊去单带了，他想一个人破2路高地，想去抓兵线的优势吗？不过拉回到正面了，而且小张这里好像打得过吗？安然9快到了，旁边有人啊！安然9马上到了，这波小麦大招跑路，身旁没有队友的。交金身，这个队友赶过来支援了。全员都有中亚，下路的兵线也在往前推进。顶到了，想炸回来，但是解控解的太快了，秒解了。远古龙在动，奥拉夫还在家里守兵线，安然9过来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龙还剩下5000血。沃利贝尔被解决掉了。看远古龙是谁的？300血，红色打到了远古龙。翻白一触即发，临时一丝血没有办法在正面输出，龙坑里面围着一个开启金身的人，要结束了。起来了之后没办法，
灰八虽然说前期是给了对面很多机会，但是关键的拼抢从不失误。林诗夜怎么样阻挡到对面4个人带着兵线往前推进的步伐？对面小火龙的大招已经交掉了，回家再稍微补一下状态。灰八直接上了，保住队友往前推。一把26分钟的鏖战，最终我们要恭喜 RV 翻盘成功，终结掉了 FP， 前期留下了茫茫多的伏笔，对，甚至让我们以为要光速结束的时候，他们突然神之一手。但是我只能说，这一把两边打到后面，说实话都已经有点不是在比赛的感觉了，对吧？恭喜他们，恭喜他们 ！RV 这把打得漂亮啊！是的，中断了 FP 的大连胜。但实话实说 ，FP 这把的阵容在一开始选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抱有非常大的疑问。对。不过他们在前期因为成功针对到了灰八的节奏，其实是已经让我们觉得能赢了。但是那个画面还是凸显了，就是自己家后排被切，然后剩下的3个人没有伤害，确实是看爽了，看爽了，对吧？就是这把真的打得有来有回的，而且我们一度这个通过 BP， 然后通过局内的表现，会觉得 FP、RV 都有机会。打到最后也是关键的惩戒被灰八稳稳的拿下。对的，这把 MVP 应该给谁呢？但我觉得虽然说惩下了远古龙，但是中期一定是靠 Barry 顶住的。对，我觉得其实可以给德莱文。对，而且那个龙也是德莱文拿的。对，就是其实我觉得 Barry 还蛮关键的，因为在往前倒几波，倒到这第3条小龙火龙的时候，是德莱文把那条火龙给拿了下来。是的，对吧？所以说我觉得 Barry 这一把是把队伍的中期给顶住了，然后才有了后期卡萨丁的发育。而且他是借着狂风在中期的时候给到了小火龙很大的压力。是的。然后我记得有一波也是把9桶差一点给打掉了，然后还有那一波在高地前面直接把小火龙的金身和光盾都给打出来了。是的，其实他的那几波，当然也是因为有米利欧，他可以才这样上去凶的。这个组合的效果至少打出来了。然后安然9对于后排的一个切入，包括灰八虽然说前面该说不说没有打出来他自己的水平啊，但是他后面那几波进场还是配合着安然9成功的打出了他们这个阵容一开始预期到的，去直指对面2个后排其中一个那个效果。就灰八有一波绕后嘛，我记得应该是在这个小龙坑的位置。绕到了对面 Soldier， 中路走过来的，对，一路绕，然后闪现下去，大招锁定 Soldier， 配合 Iron9把对面的炸弹人给秒了。对，然后强能冲起来冲了一下旁边的另外一个 C。对，这2波还是打出来了这个体系应有的效果啊。只能说 RV 的前2局可能是这个上中也在发力，然后来到了第3局 ，Barry 和泰克，除了 Barry 以外，泰克的那一波秒血反应太在线了啊，太在线了。真的，但是实话实说，米利欧这个英雄容易被人忽略。对，但是他的作用其实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是的，这把打的也很好。对，虽然我们提他提的有点少了，但是这里还是要着重强调一下，这把米利欧也是大功臣之一。包括米利欧的效果也是让 Barry 的德莱文能够更安全的输出嘛，就起到1+1大于2的效果，然后让德莱文这一把在中后期的时候可以打奇袭。当然也是因为有米利欧在，所以可以就是保命装备不出那么多，直接出狂风。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虽然 Barry 这一把就是中间有一波被开死了，但是剩下的90%他都是发挥的完美的。是的，老将风范，对吧？2支强队的一个对碰啊，RV 也是复仇成功，而且我觉得这一胜也是延续了他们的4连胜，能够给自己更好的状态。因为现在 RV 的一个联赛积分应该是排在第3的位置，我觉得。那这样子他们就有机会去冲击一下第2了。那 TT 是不是？对，再尝试冲击一下嘛。他们前3名感觉现在差距真的不是很大。对，不过我还是觉得很奇怪，上一局那个阵容，这个双 C 没人站边是怎么想出来的？前面那么大的优势，但是我们看到，就你一旦失误一波，就还是会被翻盘。对，这个 BP 确实要考量一下的。确实选手打得好，这个毋庸置疑，选手打得确实好。炸弹人和小火龙在我们 BP 的时候就会想到，在中期的一个问题，而且这把是属于团战打的特别多嘛，一直在打团，所以说没有太多边线上的视角。但如果 RV 前期没有那么大的劣势，然后他们边线上稍微做一点拉扯的话，我觉得 FP 会打得更难受。没错。然后魏如果说前面保状态保得稍微好一点的话，也能让卡萨丁多发育一下，然后并且在中期正常打团的时候，德莱文第1个人头提的可能会早一些，就是这可能是一些潜在的出现的问题。是的，这把 Barry 是砍了72000的伤害啊，他才是真正叠层的那个呀，很少能够看到小火龙和炸弹人的输出被比下去。26分40秒，恭喜 Barry 3票全中，4-1-5 44的伤害占比，286的伤害转化率，太夸张了，攀团率75%。
这把纯暴力输出的德莱文配合着米利欧，直接在中期疯狂起脸，没有人能扛下他的3刀。Barry 牛逼，这也是我觉得这一把选出德莱文在第3选时候非常自信，对吧？那时候辅助还没亮，我就直接点下德莱文，就是要打你的小火龙。对。然后那一波被开的时候也是直接狂风往旁边去拉，打到后期这个德莱文真的就是，哎，效果太完美了。哦，这波就是翻盘的起点。对。这波打完，到了下一波龙团的时候，其实位置 FP 他们是挤不进去的。Barry 绝对是老将啊，他的年龄应该是在现在所有的职业选手当中都能排得上前几了。而且一路走过来，其实也是换了就是比较多的队伍，对，但是自己的一个风格其实一直是稳住的。他在我们以前法和当道的版本，就是用一手传统 AD 炸弹人发条，在当时就是大家都在拼命选择的时候，他其实是有拿 VN 杀死比赛的那种高光镜头。是的，这把德莱文也是拥有 AD 之魂的英雄啊。是30多滴血被德莱文 A 掉了，好像。唉，这把真的跌宕起伏啊。好看。这种比赛感觉在最近的我们最近的这个赛段当中是少有的啊，真的少有。就是也是来到了第5周嘛，今天也是第5周的最后一个比赛日，马上我们可能积分赛的这个比赛就要结束了，所以我觉得选手们的状态，包括很多队伍的一个磨合也是越调越好。是的，你像 FP 他们确实有资本去尝试更多阵容的打法，为了之后的 BO5去做准备。而 RV 我觉得能够续上自己的连胜，而且能够看到其实很多选手的状态都是有在回暖的。对，也在奔着自己的10胜使劲儿，默默的在发育。我们再一次恭喜 RV。立刻强敌，中断了 FP 的10连胜，不败金身。然后同时的话呢，这边拿到自己的第4胜，相信也是非常喜悦的。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七姐，我们听一听这一场非常不容易的胜利拿下了之后，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镜头交给我们的采访席。好的，也是非常感谢解说老师，从他们言语间也能听出来，他们为你们的这场胜利而感到喜悦。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RV 的上路选手，我们的小张选手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RV 的上单小张。欢迎到小张啊，今天真的是赢下了比赛，也是打满了这个 BO3，然后终结了 FP 你们对手的这个10连胜，然后同样你们也延续到了自己手上之前的一个4连胜嘛。那说实话，这个赛季 FP 被大家称为大魔王，那赢下大魔王，现在心情怎么样？赢下他们肯定是非常开心嘛，因为把他们的连胜给打断了。没错，因为我看最后好像赢下的时候，所有的5个兄弟们都很激情的样子。好，我们来回到一下比赛吧，因为今天的第2场其实算是至关重要的一场，双方打得非常的焦灼。然后对面其实是你们推了对面2次的基地，第1次的基地其实推完对方只有241滴血，但是对面复活了，然后接续了又打了几波小型的团战，你们还是赢下了比赛的胜利。然后当那个241滴血的基地出来的时候，队内有什么样的沟通？就觉得都无所谓，因为我们觉得就算剩1滴血的话，我们再打一波团还是能推掉。当时确实场面质量来看，就是 RV 这边质量会更高一点，大家的装备也出的比较饱满了。好的，然后我们来回到还是那一把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在那一把，我觉得比较关键的一个点是在中路的时候，你的朗姆1v3拿下了3杀，当时真的特别的帅。然后呢，因为我个人认为，可能当前版本是一个比较偏上路坦克的版本，很多坦克英雄是出来在比赛里面，那很少有这种非常 C 的上单英雄的出现。但你依然还是选择了你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打法，选择了 C 了上路。然后呢，那一波1v3，队友有什么样的沟通嘱咐到你？队友就说我送了，别管我，他们一直在打大龙。OK， 队友就是也没有管你，结果你杀了3个。然后杀完之后他说牛逼。得到了兄弟的认可嘛，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个点。好了，也问一下整体的一个队伍情况吧，因为刚刚也提到了队友给你的一个反馈嘛，然后真的会感觉今天 RV 非常的亮眼，团队协作也很好。那要不要给兄弟们也打个分？除了打野都是满分。除了打野都是满分，那打野呢？打野最后一把那个带着我送了，他5分吧。直接带你送就扣1半是吧？扣1半。好，我相信这个打野选手也收到了这个消息，也希望他下一场比赛可以把这个分数往前拉一拉。好，那也问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夏季赛的情况吧，因为距离我们夏季赛结束，其实还有几场关键的对决在等待着你们。那目前呢，你们看下来这个排名也是排到第3名，而且状态是越来越好，手握这个连胜，状态也很火热。所以这一次夏季赛的目标是什么呢？
拿冠军。拿到冠军，好的，那也期待 RV 在之后的比赛里面可以更加亮眼，给我们呈现更多像今天这样的精彩对决。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小张选手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让我们把画面交换跟解说老师来看看今天的3场 BO3过后，他们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吧。你知道，在经历了一场如此精彩的对局之后，好像前面的就有点放掉了，你知道吗？对，主要是还沉浸在刚刚那一局。主要是最后一把打的确实太跌宕起伏了。然后听到小杨最后说的，除了打野都是满分。对，就是看来那一波对于小杨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那一波确实带烂了，然后被对面狗熊压着打了一整局，打了一整把，然后还好最后啊。这个也是 Barry 站了出来。对，虽然说到后面一局我们看奥拉夫很心酸啊，但也事出有因，因为第一波带完了之后，他确实没有办法兑现了。然后整支队伍看起来也是，就是濒临在中期的时候很早的被提前结束游戏，但是后面还是依靠着阵容的强度吧，然后以及 Barry 在后面成功站出来了。是的，然后把这一分特别难啃的一分，然后给啃下来。今天的比赛也是相当之精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赛果。微博 Gaming 在首局比赛当中是2-1赢下了 ACE， 然后在第2场的话 TT 是2-0赢下 SS1， 但是那也是差一点打成2-1的第2场。然后第3场的话 RV 也是成功中断了 FP 的一个10连胜，然后拿到一个2-1的战绩，续写了自己的连胜。然后同时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积分情况。哎呦，前三支队伍应该说都是虎视眈眈，咬得很紧，对吧？10胜、9胜和7胜，因为我们的这个联赛应该一共每支队伍要打14局。对，因为我们是8支队伍的双循环，每支队伍14局。对，14局。那其实 RV 还真有角度，可能能够再冲一冲，因为 RV 比 FP 和 TT 少赛一场。对，另外2支队伍都是赛了11场，他们还剩下3场对局就已经结束积分了。是的，可以的。然后微博现在这个第4名的位置做的也比较稳，因为他现在打了9局是5胜，然后下一名的 KPG 是打了10局4胜，对，所以说还是有优势在的。但是后面的兄弟想往前追就比较难了，不太现实，只能说我觉得 SS1 和 ACE， 特别是 ACE。他们这种新队伍可能在这一次的夏季赛当中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对的，因为换成以往的赛制，可能这个打几局就没了，对吧？现在这个双循环起码能保证你14局的一个训练量，然后比赛的这个强度也会慢慢的